这不只是比赛，是每一拳每一脚打给自己看的证明。T110踢拳拳击积分邀请赛，8月30号，谁能撑到最后一刻？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一起来欣赏 T1 踢拳拳击积分邀请赛。今天是2025年8月30号，欢迎大家一起来到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3重馆一起来欣赏这让人相当热血沸腾又血脉奔张的踢拳跟拳击的赛事。大家早安，我是这次的主播林志儒。那我们邀请到的赛评是卢胜文文哥，还有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来一起为大家服务。文哥早安。Hello， 早安，志儒早安，我是来自新庄武生健身格斗的阿文教练，以及街舞圈的 B-boy Weezy。哇塞，这个称号出来，我应该也要先想一下有什么 AKA 的称号。没错没错，一定要有一些装逼环节。是，对。那其实这场真的是有所谓的踢拳跟拳击的邀请赛。那当然，我们今天会进行从早上现在9点钟开始，哇，一路转播到晚上9点哦，相当多精彩的比赛，大家真的可以好好期待一下。那当然，上午场是由文哥来担任赛评的部分嘛。是的。那这边其实我们在赛前也有收到一些消息，包括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一些选手可能不管是因为体重控管一些有超重或者血压的问题，到时候有些场次会取消。那当然到时候那场比赛要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会再一一的跟大家说明哦。是没有错。对，那这边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可以透过我们的立技风 YT YouTube 频道、跟 HubSport 的 YouTube 频道、跟动姿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欣赏我们这精彩的比赛。那现在上午，今天8月30号 T1 踢拳拳击积分邀请赛编号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喽。现在这边看选手准备入场哦。好，那我们今天这编号第一场的比赛会是男子拳击挑战组54公斤级，由许顺杰红角的许顺杰来对上蓝角的陈玉红哦。那两位分别是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跟 Kenman 健身的选手。没有错，我们 TMMA 许顺杰的教练是我们林伟胜教练，是。那 Kingdom Man 健身陈玉红的教练是我们陈红新教练，两位都是非常知名的教练啊。对，不过两位选手，当然我们这是挑战组的关系，在以全联来说，目前官方这边给的资料大概分别是打拳击大概都是1年的经验啊，在赛事上的经验稍微少了一些。但基本上这两位同层级的选手较量起来，也可以比比看，两边都各自练了1年，最后什么样的成果？好，那在双方确认之后，比赛马上即将就要开始哦。第一回合开始，我们每回合3分钟的较量。哇，红方进攻非常激烈，是一开局就非常猛烈强攻。对，许顺杰一开赛就将陈玉红给逼到角落。哇，这个刺拳也有命中。哇，这边想要来个后手大拳，但是成功闪躲。蓝方动作比较往后拉，所以他的动作会慢半拍。是，你看他右手都会往后拉，所以红方都会抓那一个瞬间去反击。是。这是连续的刺拳。但许顺杰又成功的逃出角落，往腹部的攻击。刚左手这拳有命中哦！哇，这个后手的攻击，没错，直接击中下巴。可以听得到场边教练不断的提醒哦，所谓的 1, 2哦。就大家对拳击稍微比较熟悉的朋友，对于这个词也不陌生哦，所谓的 1, 2 punch 哦。我帮许顺杰感觉攻势有点下降。对，一开赛两边打得相当猛烈，但其实这个拳击一开始几乎就是无氧运动，对于体的消耗很大哦。确实是。好，现在是不断的在防御头部哦。哇，这个右手直接往后拉，做个 overhand， 帮陈玉红。这里成功晋升，但最后拉开距离。哇，直接被打飞了。对，被稍微打了一个踉跄，现在逼到角落，许顺杰不断的攻击。非常聪明，非常聪明，肚子在走头。
红方许顺杰非常聪明，肚子在走头，直接被抓了一个强毒，蓝方陈玉红是。对，裁判也主动喊出来哦，让许顺杰要回到中一角等待判读哦。第一回合剩下10秒钟，哇，蓝方感觉有点不行，晕掉的感觉。哇，第一回合结束。对，现在第一回合打完，红角的许顺杰哦，从一开赛攻势就相当的猛烈啊。刚刚几次的组合连拳也都有成功命中，都打到裁判主动要求要判读哦。没有错，他在打了很多1-2，直接击中下巴，看这一颗，哇，非常准确。对，我打到对手脚部都踉跄了，然后随后马上跟到角落，直接走了肚子，再走头，非常凌厉的攻势啊！哇，这边就也看到在蓝角陈宇宏的团队哦，不断在提醒，那也是要及时的帮助他放松哦。没想到我们第一场赛事就那么激烈火爆哦，对，真是各位如果现在才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应该是马上瞬间清醒哦。虽然说是周六的早上哦。哇，现在第二回合也要开始哦。哇，又丢了一个1-2，红方许顺杰非常的准确。对，直接打到抬头了。哇，现在逼的蓝方陈玉宏不断的是防守。哇，现在想要抢攻，但马上被许顺杰给拉开距离。蓝方陈玉宏的建议可以下巴再收一点，不然容易被戳上来，然后就2就打上去。对，现在空隙稍微多了一些哦。那现在听到红方角落的教练是不断提醒哦，在对方头部不断防守的情况之下，可以尝试去攻击对方的腹部哦。蓝方陈玉宏做了一个 hook， 但他的手有 open， 是啊，所以用手腕的攻击是不允许。是。哇，刺拳都非常的准确啊。对。刺拳之后接后手、右手的攻击也都会来得很及时哦。红方的许顺杰。哇，下巴被戳中一颗，是红方的许顺杰直接走进去啊，压迫感极高啊。对，现在第二回合剩不到1分钟哦，大概是45秒时间，又逼到角落了。那个body感觉有效啊，红方许顺杰一直往他的头打之后再打个肚子，是要影响蓝方的呼吸啊。是。哇，现在感觉比赛情绪跟节奏哦，逐渐被许顺杰所掌握。蓝方陈玉宏的体力好像大幅下降。是。再来到第二回合哦，不断受到攻击的情况之下，看得出来陈玉宏的体能是流失的很快哦。哇，想要来个中间攻击是被挡下来，又被闪掉。确实看得出来，两边出拳现在稍微慢了一点点哦，体能真的有受影响。但抓到机会，10秒钟不到。是。第二回合结束。好，现在第二回合也结束，双方再回到各自的角落。但看得出来，红方代表许顺杰现在应该是将局势整个完全掌控住了。没有错，蓝方在第二回合感觉体力大幅下降，而且被红方许顺杰刺拳一戳，头就会喷掉。对，他的报价应该可以再更紧密一点。是。可能一些对于拳击运动比较刚接触、比较不熟悉的观众朋友，其实被遭受攻击，讲白了，挨打的时候，对于体能也会是损失很大。确实是因为你也要去扛受这个撞击啊。是。对，你的呼吸可能会乱掉。如果刚好那一拳戳到你的肚子、横膈膜或肝脏的话，你的呼吸可能会直接完全是没办法控制的。是。就像可能大部分的人，以台湾的拳击朋友来说，蛮多是因为透过当然日本的知名漫画《第一神拳》接触这个运动，对于肝脏攻击这个词绝对不会陌生啊。没错，没有错。我们会在拳击说 body shot， 如果你喜欢喝酒，喝 shot 就是 body shot， 趁你喝饱。哇，这种 shot 喝下去，哇，确实就跟喝 shot 一样都会晕啊。没错。但这个 body shot 应该会更晕哦，会非常不舒服啊。是。第3回合开始，一样是2分钟的较量。一开始蓝方就想要用猛烈攻击，对，因为毕竟对。哇，可是红方啊，距离控制非常好。是。哇，开始在调皮了。
对，哇几次闪躲，就算被逼到角落，也能马上逃出来哦。因为对蓝方的陈玉宏来说，刚那一颗打到红方的下裆，是，哇，结果又被反击了连拳。刚刚这回合零闪一开赛，蓝方的陈玉宏是马上出击哦，因为现在局势对他来说相当不利，必须要想办法在这个回合给扳回来哦。但他现在要做一些优势的攻势啊，让底下的裁判啊改变一下印象。可是现在红方这一波万突攻击，对，哇，这个背逃就不太好。应该是没体力了。对，这种有发生背逃情况，裁判也会出来调停哦，必须要重新回到中间来，两边来对拳哦。好，那现在第3回合也剩不到1分钟了，倒数50秒。其实蓝方可以尝试看看打上勾拳，把它挖起来再打头。是，对，因为他一直打万突的话，许顺杰就可以蹲下来躲过他的3躲。是。但通常这种情况，落后的那一方因为比较要急着抢攻哦，是不是好像反而会露出更多让对手可以反击的空隙？因为动作开始变大。对。对，这种哇，这肚子哇非常好，但现在又被打手打飞了，被许顺杰打飞了。对，第3回合哇，这个 two， 哇，这个后手被打飞了，大炮炸过去，最后直接命10秒中啊！钟，最后10秒钟。哇，这要强烈攻势一波啊，看有没有机会啊。好，不过现在结果现在2个体力都下降。对，那比赛第3回合即将到点哦。比赛结束。这场比赛结束，那目前看起来哇，其实两边都一开赛都是非常积极的抢攻啊，很精彩的较量，真的是拳拳到肉啊！必须说，我跟文哥在场边不断听到这个拳打在选手身上的声音，那个皮肤声，对，非常脆，非常的扎实哦。没想到我们第一场 T1 的第1场赛事就这么激烈啊！是。那再透过我们的精彩的画面重播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highlight， 可以看到哇，确实红方的许顺杰哇，外号枭郎啊。这个进攻真的很猛烈。红方许顺杰在攻击啊，他的腕啊，其实是有点带人打的时候推一下，让他对手重心不稳，后手直接跟上啊，完完全全命中下巴。是，对，确实可以看到非常准确的进攻。那现在裁判跟红方许顺杰已经就定位置，准备来宣判这场比赛的结果。宣判本场比赛结果3-0，红方胜。好，那也恭喜红方代表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许顺杰，这场比赛就是以3-0来赢下来哦。那确实可以看到整个比赛的经过当中，整体来讲，不管是进攻的次数、有效攻击的次数，整个比赛的节奏也确实被许顺杰给掌握住哦。没有错，我们 Kingdom Man 的健身的陈玉宏啊，其实也是不错，在第3回合还是非常有体力的做一个猛烈的攻势，但后半段可惜体力不支，还是会有一点稍显的背逃的情形发生。对，那其实基本上只要能够顺利的完赛，我觉得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哦。没有错，感谢2位选手能够完成带这场精彩赛事，那也一样恭喜红方代表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许顺杰3-0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男子组蓝角代表武森健身格斗汪家宏，红角代表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林应安。我们第2场是男子拳击57公斤啊，挑战组林义安 vs 王家宏，是 TNA 对上武森啊，完蛋，两边武森是我的场馆，但是我们在 TMMA 啊，到底谁会获胜呢？对，可以看到画面上，红方代表林义安对上蓝方代表汪家宏，第2场比赛马上也就要开始了，男子一样是拳击挑战组57公斤级的赛事。比赛开始。蓝方啊是略胜一筹，因为他有1胜的拳击成绩啊。哇，这边王家宏一上来进攻也非常的猛烈啊！哇，猛烈！那我们抱在一起要分开，马上继续打。哇，这边
中了林英安。王家宏选手还是打了一个 OB hook， 是，也是被警告了一下。这场比赛感觉双方蛮容易纠缠抱在一起哦。哇，这比较角落之后再补上一个右手的重击。我们蓝方是采取反架，红方腿正架，所以刚刚王家宏都会偷脚步啊，偷一个外脚，后手直接进去。是。哇，又是逼到了旁边的围身上哦。哇，不能推挤啊。对。哇，直接闪掉之后补上去，连续攻击，哇，这下倒地。但看来应该是一个不小心的跌倒，脚步的绊倒或是滑倒哦，这样是不构成击倒的判定的。但看得出来，王家宏不断的将林彦给逼到了围绳上，连续的进攻啊！哇，王家宏都微笑了，打出自信了。绰号格斗超新星哦，在这场比赛完全将自己给展现了出来。但这边又有一个做到推的动作，所以应该是不被允许的。红方林安应该可以先游走一下，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重新抓寻自己的打击方式啊。对，因为虽然说几次被命中，但目前看起来对他的影响还没有出来哦，脚步还算灵活。虽然现在是劣势，但永远都有机会啊。是。哇，现在就被逼到角落了，连续的攻击，然后这个 body shot， 那现在第一回合结束。所以我们文哥跟等于汪家宏是来自同一个场馆、是，就是平常有可能看过他练习，或者说对他算是熟悉了解。有，我们几乎每周都会一起训练。是，对，但他的风格就属于这比较强势攻击一点，所以一开始我比较担心的是他体力的问题，所以等下看林义安可不可以在第二回合抓到他一些节奏之后可以反击。是。哦，因为确实汪家宏也是一开赛感觉就是一个火力全开催泪的感觉、哦。没错。那通常这样，就像您提到体力的问题，会不会确实有可能发生过这种比赛当中，有选手可能他自己知道自己体力比较有限，所以可能选择在一开始就想要把对方做最有效的对手做最有效的进攻这样。但这个风险就会很大。对。当你没有抓到之后呢，你就是劣势方了。是。还是要分配一下体力。了解。除非你已经抓到你的节奏。是。对啊。或是你有把握在前面直接火力全开的情况之下，将对手给击倒哦。没错。现在第二回合开始，来看看红角代表林义安适应的时候能不能有所反击哦。刚有命中头部哦。有林义安有改变一下打法，一开始做几个假的攻击，连续的进攻，这里双方抱在一起，汪家宏再补上几次 body shot。好，这边下面是叫出暂停哦，在头套的部分可能是稍微松掉，要调整一下。对。调整过后，双方再回到中间继续比赛。第二回过了大概将近40秒左右。哇，一个下勾命中腹部。红方的报价非常好，他现在蓝方是打不进去的。是。所以看到，所以汪家宏要改变一下打的节奏。对，哇，打到下档了。这个好没有关系，我们比赛继续。对，跳了几下，是教练说没事，那选手就没事啊。没错，教练是专业的。刚刚一度被逼到角落，但林安英又绕了出来。持续的进攻，抱住之后还是往腹部来做攻击。单方的王家宏。哇，持续往腹部来做进攻。裁判是再度叫出暂停哦，让两边再回到中间，持续来比赛。对，林安如果要抱住的话，应该可以控制他的手肘，因为这样他就没办法攻击。不然他单纯只是抱住的话，还是可以攻击。对。然后打背也是不允许的。是。回到场中间。感觉林安的动作出拳的速度稍微减慢了一些哦，体力应该也有所影响。家宏蹲下之后丢一颗 overhand 是有击中的。哇，这边又命中头部，逼到角落之后不断的猛烈攻击。现在第二回合铃声响起，第二回合结束。
哇，可以刚刚看到现场看到蓝角的汪家宏在走回自己的角落之后是笑了出来哦。现在比赛感觉的节奏局势也是被他掌控在手里哦。没有错，感觉说他控制了整个场面了。但林英安在第二回合的几个尝试是非常好的，是有打破汪家宏的节奏。哇，现在看到林安的教练罗子君教练哦，在场边也是不断的来提醒。通常这样子暂停的时候，以文哥自己也身为选手打过比赛的经验来看，那时候教练讲话是听得进去的吗？我老实讲一个，通常都听不进去，是因为真的是你只想休息啊。对，教练讲什么，哦好，点头点头，一上场什么都忘了。对，因为这个拳击对于你体力跟精神的消耗，虽然说只有短短2分钟，但这个消耗真的很巨大哦。没有错。第3回合开始，最后2分钟的较量。现在两边距离都稍微拉开，哇！才刚讲完，马上冲上去来一个连击。应该要注意一下汪家宏的前脚，如果走到外面啊，要小心他后手。是。哇，这个纠缠在一起，都倒在了地上。好，现在起来之后，继续比赛没有问题哦。来确认一下这个拳套的部分。我们比赛还有1分半，是。看依然我们可以在下半段拿回一些优势。对，以现在的情况之下，分数对他肯定是不利的哦。在这最后1分15秒，要想办法制造更多有效的打击哦。王家宏还是笑出来，非常的游刃有余的感觉。左手跟进的攻击，右逼到脚围绳旁边。比赛不到1分钟，依安的攻击是非常猛烈啊，是，反而汪家宏的攻击有下降的趋势，可能要等待机会。对，这边又纠缠在一起，汪家宏持续攻击，往腹部做进攻，哇，几次挥击都有打中。把林安整个一度打到陷进了场边的围绳当中哦。比赛要来到最后的倒数20秒，哇，这边又倒地，要小心注意安全啊！两个人压在身上，其实蛮危险的。是。加油！倒数最后准备进入最后10秒喽，场边持续倒数，继续比赛。好，那现在铃声响起，比赛结束。这场由红角林安对上蓝角汪家宏的较量，现在比赛告一段落。看得出来，哇，确实打完双方真的是很喘啊，这个拳击比赛的消耗。第4场及第5场的颁奖，请洪若光选手及徐玉祥选手在场边做准备。我们 TMMA 对上我们武森健身格斗，2个选手啊，攻击都非常的强势啊，那就看裁判了，我们要怎么去判决。对，这边透过这场比赛 highlight 来看一下表现哦，真的汪家宏选手的攻势非常的凌厉。那现在来看裁判的判决。跟他本场比赛结果3比0，蓝方胜。好，确实也是3比0。我们蓝方代表武森健身格斗的选手以3比0拿下了这场比赛哦。没错，恭喜我来自我们自家的汪家宏选手啊，拿到获胜。那其实今天也是他的教练许博豪的生日，刚好是给他一个生日礼物。哇，那真的是他应该要场上唱个生日快乐。不错不错，那也 TMMA 的英安选手也是非常厉害，是。那可能在一些赛事经验啊，再多加强，然后下一次把它搬回来。是。感觉一开始，因为汪家宏就像我们刚刚有看到，我们文哥有讲到是属于反架的选手，在应对上面好像一开始也并没有办法立刻的去习惯面对这样子的攻势。确实是因为它就是你的镜像，所以通常距离感会不太好抓。是，对对对。那真的是再次恭喜我们蓝方代表，我们外号格斗超新星哦，来自武森健身格斗的汪家宏，成功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表现相当的精彩。对。好，
那接下来原定是57公斤级，也是挑战组，有来自 One Shot， 也跟一样是武森健身格斗的较量哦，是由黄若望选手要对上景家祥选手，但因为这场比赛在赛前是我们的景家祥选手因为太兴奋了，血压过高。因为安全的考量我们就不让他进行比赛。我觉得这是赛事方非常重视的安全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只能告诉我自己之下对手比赛不要太兴奋。对，所以黄若望选手来自One Shot的黄若望是直接判定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哦。现在是在场上进行颁奖的仪式，也是恭喜他。请徐玉祥选手上台。那另外，在下一场原定挑战组60公斤级，也是由 TU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杨宗仁对上来斗拳士的许玉祥，也是因为血压的关系杨宗仁选手没法出赛，所以是判定许玉祥来拿下胜利哦。对，因为我们 TMMA 的杨宗仁他外号是一撮火药，是，这太炸裂了，所以对，真的太炸裂了。对，原本看到这个名单，他的绰号原本还蛮期待，可以看到是不是真的可以跟这个应该是来自也是动漫猎人里面的梗对，炸弹魔一样的一撮火药的能力，但最后也是因为血压过高的关系无法出赛也是让许玉祥给拿下胜利。所以继续就要来换到是踢拳级的赛事，我们挑战组男子63公斤级挑战组的踢拳级的赛事。一样是要由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许瑞奇要对上 UFC Gym 的徐子祥。这边踢拳带来的比赛内容就会跟刚刚的拳击有稍微不太一样好，看到红方代表许瑞奇对上蓝角的徐子祥。这里踢拳现在可以看得到两位选手是有绑护颈的。没错，刚刚拳击只有单纯手部针对上半身的攻击不一样踢拳是可以用脚来做攻击的可以看到两边选手更加多元丰富，在战术考量可能也要思考的更多。好，那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红方赛事经验相当丰富参加了6、7场赛事。所以他一开局先踢内腿试探一下，非常聪明。几次的攻击在场边，我这个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响亮不管是打在拳套跟头套上，那个撞击声还是非常的猛烈。提击之后再接上手部的攻击，近身之后尝试要攻击头部。我们许瑞奇脚带拳这个交叉攻击其实让对手抓不到你的角度是。他就喜欢踢左腿的内腿，这个 high kick， 想要尝试来踢头部但刚是被挡掉了。又有个飞身右手的进攻。南方徐子祥UFC Gym 等待机会是，感觉确实一开始这个 high kick 南方徐子祥抓到头部左脚 high kick 成功踢中头部等待机会也成功来临，顺利的把握住。徐子祥就是那种完完全全稳稳的选手等待一个好机会，是直接给你一个重击。好，现在第一回合剩下大概35秒左右现在双方稍微距离拉开下，还是在等待机会。许瑞奇不断的主动积极进攻。徐子祥高对手大概有半个头至一个头，其实距离可以再挖后面一点。对，在身高优势的情况之下，刚刚又是一个 high kick 有命中对，因为红方的许瑞奇都会往前一步去做攻击。是。好，那第一回合现在即将结束这边挡得漂亮这个连续的内腿攻击是。现在第一回合结束两边看起来目前这场比赛的局势跟前面2场拳击在第一回合就看出来有一边可以顺利的掌握的情况下比较不一样这边看起来双方是都有相互的来命中对手，算是势均力敌的较量。因为踢拳你可以发挥的动作可以更多所以他们有时候有脚带拳，有时候有拳带脚，又可以加上一些假动作或是脚步的移动，是让对手抓不到你的攻击节奏。这个 high kick 非常漂亮。对。
第一回合打完之后，现在双方是在各自的角落听各自教练团的不断提醒哦，但确实刚刚看得出来，这个踢拳的比赛内容可以看到更多脚步的进攻，不管是来内拳或是 high kick 啊，整个比赛内容是更加多元丰富。那现在第二回合也即将开始。第二回合开始。蓝角的许瑞奇对上蓝角的徐子翔。分别在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跟 UFC Gym 的选手，哇，又想要 high kick 但踢空了。哇，还是蓝方徐子翔的脚啊，其实非常准确，也有力啊。是。蓝方的腿有点软脚。这回合感觉徐子翔腿部的攻击又更多了，是绝对要发挥他的腿长优势啊。用腿部来进行进攻，同时也不断在拉开距离。徐子翔教练一直给他说要往高处踢啊。是。红方许瑞奇啊，踢拳的连结啊非常的好，拳啊都是轻的，脚是重的，这种连结啊会让人家觉得摸不着它到底是轻重的分辨。是。哇，这边想来一个回旋踢。走了一个后踢，但是刚刚是距离并没有哇，漂亮，可惜重心不稳。是，但感觉刚刚后踢是有碰到许瑞奇的头部。没错，那脚真的太长了。对，可以看到徐子翔是不断的在尝试想要拉开距离，用脚步来进攻。确实他的优势。其实红方的连击都非常好，对，反正会改变一下，踢一下 low key， 改变一下膝撞。那许瑞奇这边就是不断的尝试想要近身用拳搭配脚的进攻。哇，对，就像刚刚文哥讲过的，这个轻重虚实，不断试探来找机会啊。没错。蓝方应该多是一些 high key 啊，或者直线的攻击啊，是控制一下距离。现在第二回合时间也即将到了，哇，两边还是不断的尝试拉开距离在做进攻。第二回合铃响，第二回合时间也结束。来到第二回合，感觉比赛是更精彩哦。徐子翔这边感觉确实是，不管是教练的指示跟自己的战术的策略的执行，确实哇，来看这个后脚，这个后踢的攻击，但踢完自己是重心不稳，稍微跌了一下，没有错。蓝方的徐子翔在第二回合是有拉回来一些优势啊，是要控制他的脚的距离是非常好的。是，因为红方身高略等一筹，但就是他会用拳然后带进去，再踢一个重脚。是。看两边教练团队可不可以在下一回合给更多好的技术的建议。是。助手退。好，那现在第三回合也即将开始哦。目前来看，文哥觉得可能哪一边是占比较多优势？哇，如果我要看的话，其实平分秋色啊，因为蓝方虽然攻击没那么多，但他只要一攻击都会很准确的命中。确实，可能就是要到第三回合才能够分出胜负。哇，直线攻击开始出来了，有没有？直接要控制距离。是。哇，不断晋升，哇，连续的进攻都有命中。许瑞奇的连接非常的好啊。对。踢完之后接拳，拳完之后再接踢，这个连续组合的攻击哦。哇，又是跟上去了。哇，这边左脚又成功踢中。徐子翔教练还一直叫他做直线的攻击啊，因为他一进来就把他踢出去啊，不然红方许瑞奇就一直开进来，一直连接啊。要想办法再把对手的距离给拉出来哦，这样不断进逼对自己是稍微比较不利的。等他往后撤的时候再踢。哇，这边马上跟进，又是全部的攻击。这时候可以，蓝方啊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好的勾式就抱在一起啊，等分开的时候再重新调整。是，不然一直被打，其实也不太好。对，现在第三回合要大概剩40秒左右。哇，看得出来蓝方徐子翔现在都是以防守为主哦，可能要再来等待更好的机会。
红方真的脚带拳、拳带脚这个组合真的非常不错，让蓝方有点抓不到节奏啊。比赛即将进入到最后20秒，看红方的徐瑞奇，哇，直接把他挂在头上，对，再马上跟进头部的攻击。但有戴头套啊 ，high key 的影响可能会降低一点。是，通常可以骗一下。哇，再成功闪掉。好，最后比赛时间结束。徐子翔体力真的非常好啊，可以一直做 high key 啊。对。我可以看到红方代表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许瑞奇，哇，刚来到第3回合，几次进攻策略相当成功哦，就像文哥讲到的，脚跟手不断的交替的运用。踢拳就是在你的拳脚连接跟脚拳连接啊，就是让别人摸不着你的轻重，虚虚实实啊。其实许瑞奇真的做得非常好。是，那徐志祥虽然说想要继续来发挥他的腿长优势，主要还是以 high kick 作为进攻哦，但至少就第3回合的打击次数来讲，确实许瑞奇可能命中是比较多了一些，那还是要来看裁判要如何判定。哇，但这场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激烈哦。好，那现在2位选手都重新回到场中央，要由裁判来判定这场比赛的胜负。现在场边的裁判也还在讨论哦，可以看到画面上是我们在我们左后方。宣判本场比赛结果3比0，红方胜。好，最后还是3比0，恭喜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徐瑞奇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啊！没有错，他的拳脚连接战胜着这一场赛事啊。对，虽然说一开赛有几次被徐子祥几次 high kick 的命中哦。但后续展现出来的连续的进攻、有效打击的次数也确实比较多。那也再次恭喜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许瑞奇，是击败了来自 UFC Gym 的徐子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2位选手表现也真的都是可圈可点，很精彩的一场较量哦，也是不同风格的非常激烈的碰撞哦。没有错，因为徐子强啊都是单拍的攻击，但那个攻击啊非常的准确。是。或许啊，下次可以再多包装一点啊，或者是更有不一样的打法。对。下一场是踢拳级项目63公斤男子组，蓝角代表Boxing One中山拳馆的万章，红角代表同生格斗张凯俊。好，接下来也是踢拳级赛事的较量，一样是男子挑战组63公斤级踢拳级的比赛哦。我们重生格斗张凯俊啊，有泰拳1年跟踢拳半年的经验。是。蓝角姓名为陈冠伟。赛事成绩有1胜1负。那我们Boxing One陈冠伟啊，一样啊，踢拳有1年半的经验，赛事成绩是0胜1负。那就看这一次有没有机会。让它变成1胜1负。是啊，重生格斗这边官方有给出资料，我们张凯俊选手在先前也包括参加过了2024桃园泰拳交流赛，那2025的战神杯踢拳赛的新手组又拿下胜利。可能看起来比赛经验稍微丰富一点，会是他的优势哦。而且我们张凯俊的教练啊，指导教练啊，是非常知名的职业格斗选手黄松生教练。是。那当然，我们Boxing One这边也是非常有名的陈彦颖教练了。好，那现在就来看红方代表重生格斗的张凯俊对上蓝方代表Boxing One中山拳馆的陈冠伟。现在比赛开始，这场也是踢拳级男子63公斤级挑战组的比赛。哇，几次进攻也是非常的凌厉哦，脚都踢得很高啊，不断还可以进攻。不要紧，不要紧。我们来个正踢，红方在踢击啊，就会先 low key 啊，再换个 high key， 其实让对手是不太好抓。是。哇，这边正踢是有踢中哦。蓝方的直线踢法是非常有效的哦，可以多尝试看看。是。手先走，对，手要先走。方的
的双手已经开始往下降，是体力可能要控制一下。看得出来，这2位选手张凯俊跟陈冠伟哦，开赛T 级的攻击都比较多一些。我现在晋升就尝试要来全部的进攻了，再拉开。场边教练不断提醒张凯俊选手的手肘哦，稍去。哇，这边近身之后，想要来做头部的攻击，距离再拉开。然后红方也近身做一个膝撞啊，陈冠伟刚好往下，差点被撞到头部。现在稍微逼到角落，但距离就成功拉开了。刚刚一个脚步的扫腿也没有命中。有效，手走。第一回还有30秒时间。是。红方角落的教练是不断提醒张凯俊的手肘，这个部分可能是需要他多注意哪个地方，在手肘的位置。应该是手肘要靠近肋骨作为这个出发点，因为他们都往后，是比较大开大合的打法，很容易被对手看到。是。现在第一回合进入最后倒数阶段哦，结束进攻，这个侧踢。红方张凯俊刚刚一个拳带脚，脚带拳这个连接啊，有控制得非常好。是，那现在第一回合结束，一开赛张凯俊跟陈冠伟哦，一上来2人对决就是不断非常激烈，脚步互相的踢击哦。第一回都这么激烈，哇，大家的体力啊，真的是非常好。真的。其实前面一开赛又有提到，像这种不管这种格斗赛事基本上就是无氧的训练哦，基本的体能一定是要非常的好。而且他们还戴了头套，其实呼吸的空间更有限，是，所以会体力啊会大幅降。所以你练习如果没有习惯戴头套的话，可能初次戴上去，整个呼吸感会感觉完全不一样。了解。束手退。好，那现在第2回合即将开始。红方的张凯俊对上蓝方的陈冠伟，第2回合的较量。第2回合开始。一上来马上就是互相踢击，再接拳。拉开距离，两边在不断的找机会。哇，这个转身边拳距离太近了，是手肘没有控制好。对，稍微可惜了一些哦，刚刚这个转身的攻击没有办法有效的命中。有时候就是要做一些不一样的动作来虚晃一下对手。是。近身之后拉开距离，再马上跟上踢击。感觉张凯军这个回合手部拳的进攻稍微多了一些哦。是踢到下裆吗？哦，是刚刚内脚的踢，左脚的前脚踢，感觉有点踢到下裆。是。还是什么状况？好，这边要再确认一下跟选手状况哦，都各。对，是踢到下裆，我们让他伤停一下。是。其实踢到下裆啊，就算你有带护裆啊，还是非常痛的、啊。光是用听的我都觉得很痛啊。是，但现在比赛是继续哦，陈冠伟选手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没错。刚刚裁判还有刻意跟他确认一下，但他那时候感觉也是斗志满满啊，战意十足，想要继续来比赛。确实是。一上场恢复开赛之后，两方攻击非常火。对。你一脚我一脚的来回啊。马上跟进左脚踢击，这个正踢没有命中，陈冠伟再跟上去。现在我将张凯军给稍微逼到角落，但现在双方距离又拉开。几次踢击，这个声音真的是很可怕。其实现在2个人啊，你一波我一波的攻击啊，真的是很难评判啊，谁比较优势啊？花旦，这次蓝方踢到红方的下裆啊。非常明显，对，这里裁判马上叫停哦，要请蓝方的陈冠伟来到中立角落稍微休息一下。哦，感觉有人你一脚我一脚，互不相欠。对，啊，现在
各自中弹一次啊！哇，你看这个回放啊，真的非常明显啊，对直接脚背打在下裆上面。好，没有问题啊。裁判确认之后，比赛继续。我现在第二回合，好，是第二回合比赛时间也到点了。最后10秒钟，两个人啊你来我往的，真的是非常难分判啊，谁比较优势。是，因为两个人体力感觉好像都是平分秋色。然后比赛现在局势感觉是更加的刺激哦，确实确实。第二回合刚刚在第一次伤停结束之后，哇，一恢复比赛，两个直接杀红了眼，直接冲上去哦。可能当时的痛都不感觉到痛。是。但因为参加比赛啊，还是要一个安全考量。我们在上场前的所有的安全的装备啊，我们还是会一一的检录啊。所以头套、拳套、脚镜跟护裆、护齿都是必须要有的。是。当然在平常练习的时候也是要有啊，不然平常练习都不习惯戴，其实受伤风险很大。是。这场红方代表詹凯俊跟蓝方代表的陈冠伟哦，现在感觉也是要到第3回合才能够办法有效来分出胜负。就看左回合哪一方更有体力，可以打出更加优势的技术了。第3回合开始。第3回合开始。哇，两个人非常有默契啊，同时出了 low key 啊。哇，刚刚好像那种漫画中的场景啊，两位选手同时出脚碰撞在一起啊。哇，现在把他关在角落，这个西装的尝试非常好。但现在詹凯俊成功从角落再回一个强力的踢击，直接把对手踢到后退了。可以看得到啊，蓝方陈冠伟啊，左半边的背啊都已经红掉了。是。哇，现在近身之后，再来一个正踢，但还是没有办法有效将距离拉开。近身之后。哇，蓝方陈冠伟现在拳的距离啊是他的距离啊，所以是被点到红方不断的出拳哦。哇，红方其实要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是，现在陈冠伟不断的近身。哇，这个后手随便一打就中，你看又中了。现在詹凯俊必须要想办法拉开距离哦。哇，陈冠伟不断的前进进攻，这边打到陈胖来检视一下头套的位置哦。几次头部的命中，看来是有成功的造成的影响。对，现在陈冠伟一样不断的进逼，现在又逼到角落，这个 1 2 hook 的都打到下巴非常好。几次正拳又有命中头部，詹凯俊的下巴可能要说哇，头不能低啊，西装可能会上来。是。好，现在比赛继续哦，比赛现在来到最后20秒。还是不断头部的进攻，再配上一个膝击。哇，没想到陈冠伟在第3回合只能起死回生啊，一直反压。是，最后不到要来10秒了，哇！詹凯俊这个西装尝试非常好。是，最后10秒钟，最后10秒钟。哇，又是头部的进攻。哇，两个人体力都完全没了。膝击。哇，时间到。哇，非常精彩的比赛啊！最后一回合真的非常难判啊，这个，因为都有优势啊。是。红方的詹凯俊跟蓝方的陈冠伟啊，在最后一回合非常精彩，两边真的是有来有往哦。陈冠伟也是立刻改变攻击形态，不断近身用拳击来进攻哦。对啊，我们看到回放之后，其实蓝方一开始处于劣势啊，但在后半段的时候啊，怎么点怎么中啊。对，就是这边连续又中。哇，刚刚看这次的重播，至少就只能连续命中了5、6拳哦。确实都是有效的命中头部。啊，接下来就来看裁判的判决哦。真的很难去评判到底谁是获胜方。是。我们中间的场裁啊，是我们的 Ricky。3比0，蓝方胜。哇，最后是3比0，由蓝方来自 Boxing One 的中山拳馆的陈冠伟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哇，这样感觉就真的是刚刚第3回合最后改变攻击策略，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哦。对，但两个人啊，真的打出一场非常好的比赛啊，技术满。是。
其实就以前面来看，在整个拳跟脚的组合上面，詹凯俊一开始是稍微占了比较多的优势一些哦，但没想到最后 Boxing One 中山拳馆的陈冠伟第3回合刚刚哇，真的目前还是历历在目，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也是印象深刻。刚第3回合几次近身针对头部拳击的进攻，收到效果非常的精彩。那也再次恭喜他陈冠伟最后拿下了胜利。蓝角代表八八样运教室陈守勋，红角代表重生格斗叶凯。好，那接下来也是踢拳击男子67公斤级挑战组的赛事。红方是来自重生格斗的叶凯，那蓝方是来自八八样运动教室的陈守勋。2位选手的赛事经验啊，都平分秋色，都有参加过3至4场的比赛啊。是。但在重生格斗的叶凯这位选手啊，有踢拳2胜的成绩啊。是。那我们八八样运动教室的陈守勋啊，是有3场败仗。是。但没关系，今天还是有机会可以拿到胜仗。来看能不能开胡哦。重生格斗的叶凯要对上八八样运动教室的陈守勋。现在比赛双方助手都确认之后没有问题，比赛也要开始。第1回合开始。第10场踢拳击男子组67公斤，看出来陈范宇到前路主是不断手部的试探之后再接脚的踢击哦。陈守勋现在开局的攻势啊，就会进去打一波，再往后退，让红方啊抓不太到攻击距离。是。一度被逼到角落，但又再绕了出来。两边防守都做得很确实哦，针对对方的进攻都能够有效的来格挡掉。可以看得出来，红方的叶凯刚刚是不断尝试想要拉近距离哦。对，现在守勋的打法有点是我们在讲的拉风筝打法，一直往后退啊，是退带打，退带打，所以啊，叶凯的距离啊，可能真的抓不太住了。不断的想要跟进，对，确实可以看到蓝方八八样运动教室陈守勋在后退之余哦，都能再补上几脚。哦，哇，那个哇，这个非常的响亮啊！对，这边比赛要叫暂停了。哇，这个影响会非常大，因为那个真的太大力了。是，这个踢到当下发出的声音，我们场边也有收到哦。我从耳机里就能够感受到这个疼痛啊！哇，继续比赛。好，来看不小心被踢中之后，叶凯能不能办法在比赛场讨回来？哇，刚刚这个左球命中头部哦。那叶凯应该要多施半步的距离啊，让守勋不要那么容易退打。是。好，不断近身。刚刚这个踢击是没有命中的，叶凯持续的想要拉近距离做头部的进攻。一样不断的进攻，现在双方是抱在一起，裁判要来叫两人分开了。好，第1回合即将进入最后倒数10秒。陈守勋不断的持续在拉开距离的同时，在给予进攻。好，那现在第1回合结束。看一下我们红方的松生教练可不可以给叶凯啊，怎么去克服一些这种退打的一些技术啊？是，不然其实一直被守勋带着退打，那个距离感会不太好。是，虽然说刚几次近身之后跟上手部要来，是有几次命中对方的头部哦，但感觉对于陈守勋选手影响并没有到太大。看下一回有没有哇，这个下单。不过看出来，刚刚叶凯选手被踢中下裆，那有裁判叫一个暂停之后，应该是没有大碍啦。其实暂停之后，他的攻势是更加的猛烈了。这个啊，应该是你踢到我下裆了，我要跟你啊强烈的反击啊，不是跟你踢回去啊，不然其实是没有运动家精神。是。好，
那现在第二回合即将开始，那确实就像刚刚文哥讲的，在红方这边的叶凯必须要想办法，因为现在虽然说他几次不断的晋升，想要尝试进攻，但以节奏来说，感觉是被陈守勋所掌控的。没有错，现在叶凯的技术就做得非常好，一直往前压，不让他距离啊退打，距离来不出，控制出可以终极的距离啊。是，哇，不断的晋升。不给陈守勋有拉开空间的机会哦。这叶凯在第二回合节奏突然变快了，让陈守勋没办法适应了。是，哇，现在不断的进逼，这个那个打到下巴，头都喷掉了。是，但叶凯要控制一下体力啊。对，哇，又中一个颗。后手进攻，刚刚手甩中陈守勋的头部哦。所以场边陈守勋的教练团队不断的提醒，叫他下巴要收好哦。没错没错。确实挡住之后就有反攻的机会，但现在叶凯持续的进逼，又归到了角落。哇，就在自己的角落不断将对手头部做攻击。对，叶凯现在尝试做的技术啊，真的非常有效啊。那守勋就要想一下该怎么办，是打出自己另外一波优势啊。对，现在又到角落了。现在双方情报在一起，才能立刻介入将两人分开，比赛重新继续。哇，红方一直不给守勋距离啊，不断的进逼，李以特马上跟进就是拳击的攻击哦。第二回合即将剩下最后30秒，又逼到角落。哇，这个甩头卸力啊，非常的帅气啊！守勋真的是很会退打。对，刚刚那个甩头真的很帅。现在又近身，再纠缠在一起。第二回合即将进入最后10秒。哇，又叶凯不断的往前做进攻。左手勾手命中，但陈守勋的后手攻击又成功的反击。第二回合结束。哇，在第二回合红方张凯俊的攻击啊，真的是有拉回优势啊。是，因为他已经把守勋的退打的技术啊给破解。是。刚刚第一回合结束之后，叶凯这边是有真的把教练的指示给听进去哦。一开始就非常的积极往前抢距离的进攻，代表他的脑袋啊是非常冷静的，是可以去掌握、去执行指导教练的给的技术啊。那我们就看第三回合双方教练啊都给选手什么样的指示，因为第三回合非常重要啊。对，而且虽然说叶凯刚刚感觉第二回合是有占到一些优势，但这样子的打法应该对体力来说是耗费更大。确实没有错，所以要看第三回合体力有没有办法连续2个回合都用这样的策略，是现在可以好好来关注一下。那现在第三回合即将开始。哇，一开始还是跟得很紧哦，看起来体力目前来看是还 OK。哦，守勋现在采取的技术是退一退，突然停止，这是非常好，突然停住，距离变了。是。但有时候距离抓太近，就会抱在一起。哇，这个赛斗走得非常漂亮。哇，目前看起来还是叶凯还是比较积极的做抢攻哦，几次跟进都能够有效命中。好，跟教练团不断提醒哦，要持续的加压。陈守勋一样要在尝试拉开距离的同时找到反击的机会。对啊，其实你不能一个技术啊，想要打3回合，因为对方是人，还是会去想怎么破解你的技术啊。现在要角落附近。哇，这个转身边拳尝试非常好，但怎么可能重心不稳而跌倒？哇，刚刚这招必须说，我从我们转播台这个角度来看，有够帅啊！没错，在处于一个劣势，哇，还他一个转身边拳。哇，叶凯的技术现在是有压制到了。好，不断跟进，有命中头部，刚刚这刺拳。哇，这个膝撞尝试非常好。好，第3回合要剩下不到30秒的时间了。叶凯持续尝试压近距离。最后一回合30秒不到。哇，提起挡下来之后再补上拳。哇，这个边拳有到，叶凯这个转身边拳非常哇，再转一次啊，
距离不对就没有出。哇，哇，有命中！这个漂亮啊！叶凯真的是克制了他的技术了。连续2最后次10秒转身边拳都打中，哇！第3回合结束，比赛结束。哇！叶凯刚刚那个转身边拳啊，第1次中，第2次做假的，第3次再打一个真的，哇，都有中，非常厉害。对，在第3回合。但也可以看到陈守勋刚刚也有针对叶凯不断晋升的情况下，在比赛策略上也有成功的改变啊。其实一开始有几次有效命中，再来看一下这个highlight，哇，这个转身边拳，哇，这个西撞尝试的非常好。在晋升之后补上西撞，哇，这边几次这个转身边拳真的是有效命中头部哦。哇，这场比赛最后可以看到两边的技术都非常的多元哦，都成功的展现出来，也是非常精彩的。两边在，真的其实这种格斗比赛不止你斗力啊，整个是在斗志，两边策略不断的来叠对叠的感觉哦。没有错。那现在就来看裁判的判决。可能在线上的观众朋友来看，说哇，这个你来我往那种。其实你刚刚讲的斗志啊，其实就是一个举例啊，很像在玩德州扑克。那种感觉是，你怎么让别人啊掉下陷阱？哇，恭喜我们叶凯获胜！对，恭喜红方代表来自重生格斗的叶凯，刚刚在第1回合开始哦，不断改变策略之后，不断的晋升抢攻，第3回合又几次正拳拳击命中之后，再补上了西撞，甚至还有来个转身的边拳都能够有效命中哦，展现出相当丰富的技术含量，来最后成功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刚一开始我们陈守勋选手啊的打法也是有控制他们的优势啊，可惜啊，在叶凯第2回合开始啊，有执行指导教练的一些战术啊，真的是在慢慢的找回自己打的节奏。最后也再次恭喜叶凯拿下这场67公斤级比赛的胜利。也感谢陈守勋选手为我们带来这场这么精彩的比赛。蓝角代表 DFA 降龙中古中心冠霖，红角表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李博珍。好，那继续一样是男子踢拳击挑战组60公斤级的比赛，红角代表是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李博珍，蓝角代表是 DFA 降龙总武格斗中心的廖冠霖。现在看到两边双方在进行做准备哦。红方代表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李博珍，要对上蓝角 DFA 降龙总武格斗中心的廖冠霖。降龙总武啊，也是我启蒙的地方啊。是，一开始我也是在降龙总武学习泰拳啊。是。现在双方裁判确认两边拳套装备没有问题，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喽。好，比赛正式开始。广播，请第11场拳击男子组63公斤吴玉德、陈玉琴自主入组报告。哇，这边来一个 high kick。一开赛感觉双方在距离上面也是不断的先进行试探，哇，刚整完马上都近身纠缠在一起，一靠近直接来个西撞啊，蓝方说尝试的非常好。是。几次的假动作，两边都有所防备哦。哇，这个超人拳啊，也是尝试的不错。是，现在逼到围栏上，哇，结果一碰到之后，马上非常激烈的交换拳击啊！哇，两个人一靠近啊，就是啊，你来我往的互换拳啊，是非常的。这前面的试探都是整个激烈换拳的一触即发。到底谁可以先打破这样的节奏，取得优势？是，哇，有机会两边的攻势都很凌厉，马上就是近身之后互相的拳击，距离再拉开。
身体再被挡掉，互相的踢击。这个距离也是不一样，为什么？是因为蓝方的是反架，是红方的是正架。哇，现在近身在角落，哇，抱在一起，下面再将两人分开。红方想要抓外角，但就要小心蓝方的后脚攻击。是，就是正架跟反架的对决哦，就距离感上要再去好好掌控一下。第一回合剩下最后不到大概10秒时间了。水陆主总播请第11场好，现在林生相信第一回合结束。哇，这比赛一开始还会觉得说两边都在不断试探，但只要一有机会，两人一接触，真的近身的时候，就是非常激烈，不断的换拳。只要不是拳的距离就踢脚，对，只要靠近，我觉得我们互换拳，直接冲上去，完全在互换啊。没有在闪躲或反击，就是一个近身之后两边对，就是这样来看这个重播，一近身就是你一拳我一拳，马上互换的猛烈啊！但红方属于比较冷静啊，蓝方密集攻击的时候，他只要看到一个空档，直接一个后手就直接破势了。但通常我要建议这种打法，有时候啊一开始就比较真的，用假假真真，真真假假，确实，不然其实啊对手很容易抓到你的攻击的方式。对，这样其实前面比赛也有不断提到，像这种拳击、踢拳这种格斗赛事，其实真的是双方不断的要去，真的也是斗志的部分。你要想办法用对手想不到的招式，然后来应对，看对手要出什么招哦。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刚刚一开赛一样，也是一开始不断在试探哦。蓝方想要用直线的攻击腿法来控制距离。比较贴来近，要有距离，打前腿。对了，在右脚。哇，这边近身又跟抱在一起，这个距离抓不太好。是。右拳右脚。这个后脚进攻。在一个正题补上之后，现在用全部的攻击，哇，刚刚是有削中头部哦。红方啊一直在等待机会，因为毕竟身高的劣势啊，抓到距离之后也是要往前冲啊。对，以目前场上目测来看，蓝方的廖冠霖身高是稍微比较占有优势一些哦。两边的教练都要提醒自己的选手啊，手要高一点，因为现在两个人手啊，真的是拿到腰部这边啊，其实蛮危险的。对，有时候真的也是可能体力下滑的关系哦，两边手不自觉的手都会下降一些。确实是因为真的是非常的累啊，手就不喜欢拿起来，就跟我的打法一样，我也不喜欢把手拿起来。哇，现在又抱在一起。第二回合要剩下不到30秒的时间。哇，两个人体力感觉大大幅下降。对，红方的李博真跟蓝方的廖冠霖。哇，刚红方一颗后手直接命中下巴，把蓝方直接打喷啊！现在是要求直接抓了一个强毒。对，让李博真来到中立角，来确认一下廖冠霖的情况。哇，刚那拳真的非常漂亮。是。第二回合时间即将结束哦。哇，两方也回了一个后手啊，这就是镜像啊，丢了后手就会中啊。哇，刚刚第二回合最后的倒数阶段，两边都有相当漂亮的有效命中啊。哇，看一下回放有没有带到那一颗红方的后手，真的非常漂亮。哇，有这个是，哇，这个其实针对头部拳击的进攻，这一颗真的是完全打到了。后手大炮炸出去，刚刚是有效命中廖冠霖的头部。哇，就看我们蓝方的指导教练谢佑胜教练啊，要给予什么样的指示啊，来应对这一场下一回合的打击啊。红方真的是打了蛮多有效的攻击。是。好，那现在第3回合即将开始。在
再看双方在第3回合策略上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哦？开始从踢击，后脚踢击。踢击再跟上，想用手部来进攻。现在感觉李博真是稍微采取手势比较多哦。持续来找寻机会，两边现在距离都拉得比较开一些，没有办法做近身。这个后手命中，红方啊，会想要直接丢一颗大拳啊，是，可惜距离都不够。后脚提起再被挡下，现在李博真掌握到距离的优势，现在有逐渐把廖冠霖给逼到角落。没错没错，蓝方啊一直踩外脚打后手啊。打拳，不对，出拳，要出拳。哇，红方的优势要赶快再把它抓回来。对，这个回合李博真出拳的次数很明显少了很多，不断是手势居多来找寻机会，现在逼到角落。哇，这西装很好，纠缠在一起，裁判再直接介入调停分开。比赛中央再看后脚踢击，再补上一个膝撞。哇，红方的攻击的节奏可能有点被影响到，是，因为蓝方啊现在控制局面。跟上个回合相比，李博真的出拳次数很明显少了很多。哇，蓝方的距离抓得非常好啊，打一波退一下，红方要把它关住啊。哇，这个又漂亮，命中头部，等待机会就对了。第3回合比赛即将结束哦，时间到点。哇，虽然说第3回合感觉是廖冠霖不断的压制着李博真，但刚刚最后倒数阶段，李博真又补上一个后手的进攻，成功命中头部哦。红方啊，采取一个策略啊，就是等待一个好的时机啊，是我直接一拳一就可以把你拳就够了压回去。没错没错，他一个偶像应该是Conor McGregor。对，再来透过我们重播看一下这个回合，确实蓝方廖冠霖的进攻比较多次数的，占比较多的优势哦，相当凌厉，几次被逼到角落，但都是能够再把哇，距离就这一给拉回来拳真的非常漂亮，只要后手一打出去，头就会喷掉。是，红方抓后手时机点真的非常准确。是。那现在就来看裁判的判决哦。哇，确实。宣判本场比赛结果1-1，加赛1回合。哇，确实，这的确，因为两边都有优势啊。现在要进入加赛哦。通常加赛啊，就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什么都不要管，我体力全部奉献给对方了。对，因为只有赢才是我要的。哇，这对双方选手来说的体能真的又会是一大考验哦。就看红方可不可以再抓几颗准确的后手。是。那蓝方呢，看是控制他的技术啊，然后不要被抓到后手。对。这场由红方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李博真对上蓝方 DFA 祥龙总武格斗中心的廖冠霖，我们要来到延长加赛再打回合第4回合啦。我们今天的第一场加赛，哇，非常激烈啊！没错，就是不要保留，就是一直打。对，都来到加赛了。每个人都知道很累，但就是要打。我们踢拳的规则是不能报警的连续膝撞，是只能单拍膝撞，所以刚好被警告一下。是，现在真的是意志力的比拼哦。其实就很害怕红方啊，等待一个机会啊。对。哇，也是不能抓腿啊，这个抓腿要小心。哇，这个膝撞，蓝方膝撞感觉有影响到红方的肚子哦。是。现在双方距离都稍微拉开了一些哦。加赛第4回合即将进入最后倒数1分钟。哇，红方真的想要赌一颗啊！对，想要跟上一回合一样哦，小心最后10秒哦，哇，时间到。比赛结束。哇，非常激烈的加赛1回合的比赛。但蓝方啊，刚好做了枯井连续膝撞，
各位警告了一下，那红方有抓脚，抓脚反击啊，其实这个在踢拳啊都是不符合规定的。是。这个抓脚就刚刚这个抓脚动作非常明显，这会被列入裁判评分的依据哦。哇，这下又是紧张刺激了，在经过加赛1回合之后的比拼。没错，我们 DFA vs TMMA， 加赛后的结果会是如何？比赛结果2比1，蓝方胜。哇，最后要恭喜蓝方来自 DFA 降龙走舞格斗中心的廖冠霖，在经过延长加赛之后，2比1击败了来自重生格斗的。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李博珍哦，但红方啊，确实啊，我真的非常欣赏他啊，只要等待时机，我一个后手，对，哇，那一拳真的是非常漂亮，哇，非常精彩的比赛哦，真的也是恭喜2位，真的辛苦了，又多打了1回合，打4回合其实真的蛮消耗的，真的是体力的战争啊，是，而且毕竟他没有减重，对。这边恭喜廖冠霖最后2比1击败了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李博珍。哇，2位选手真的都辛苦了，也非常感谢他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赛事。蓝角代表法旗运动陈范宇，红角代表范舍格斗学院林玉红。继续要来进行到一样是男子踢拳击67公斤级挑战组的赛事。有蓝角来自法旗运动的陈范宇要对上来自红角范舍格斗学院的林玉红哦。2个人的拳龄啊都平分秋色。我们来自范舍林玉红是泰拳跟踢拳有4年经验，那陈范宇啊是有踢拳3年半的经验。是。我们范舍的林玉红是有2次的赛事成绩，但都是2败。但法旗运动的陈范宇就没有任何赛事经验。好，目前场上来看的话，来自蓝角的陈范宇身高是稍微占有优势一些哦。双方确认之后，比赛开始。场有法旗运动的陈范宇对上范舍格斗学院的林玉红，开赛不断的踢击交换。哇，红方的攻势跟防守其实都不错啊。是。红方的林玉红，场边的教练团是只是多利用刺拳哦。是有一个脚劲歪掉的，对。我们进行一个调整之后，可以恢复开赛，其实没什么影响。红方林玉红主动表示，这个脚劲要再调整一下，调整之后马上继续来比赛。不断进攻，哇，刚刚那一脚是踢到下裆吗？但陈范宇没事啊。哇，这个正踢。不断的踢击。在近身想要尝试手部的进攻，这边脚劲也是要再调整一下哦。南方来自法旗运动的陈范宇，目前看起来比赛一开始，现在第1回合感觉是由红方的林玉红，整个节奏是稍微掌控的比较理想一些哦。不断踢击的交换，再补上后手的攻击。哇，刚刚那个踢击没踢出来，膝盖直接敲到护裆啊！这个感觉很痛啊！对，跳一下，跳一下。刚刚场边的教练也是说，稍微跳一下。其实蓝方的身高比较高啊，其实他再后退一点啊，距离会比较好，不然其实这样的攻击啊都不太好。哇，看到这个重播，左膝的膝撞直接撞到了红方林玉红的下裆，这个冲击真的很恐怖，必须说。所以现在哇，不断的抢进，林玉红的拳脚连接非常的好。是。
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攻击组合。像第一回合时间即将到点，哇，这已经被挡掉，被逼到角落了。哇，被关起来之后，一定要做一些动作。哇，第一回合结束。可以看到来自红方代表来自范瑟尔格斗学院的林玉红哦。就目前这第一回合开赛的状况来看，刚文哥有提到，他整个拳跟踢的连接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地方。没错，让蓝方啊，就是感受到不同角度来的攻击啊，其实是非常麻烦的。是，那就看蓝方来自法系运动的陈范宇，其实整体的身材来看，他是身高比较高，是比较有优势。确实是。目前来看，第一回合他的进攻的方式是稍微单调了一点点，还没有抓到自己的距离跟节奏，应该是这样讲。对，我们在第一回合都要抓一下彼此的节奏跟距离，不然其实没有练习过，然后又是个陌生的对手的话，其实是蛮麻烦的。对，就确实前面也有提到他整个比赛经验相对跟对手来比，等于是并没有哦。就看下一回合抓到两边的距离跟节奏后，有采取什么不一样的技术来面对。助手退。那现在助手退场，第二回合比赛即将开始。Ready? Fight! 第二回合开始，双方稍微碰拳之一之后，马上开始比赛。哇，红方的那个踢击的动作啊，真的非常的多变化，而且是前后脚连续的进攻哦。哇，这个蓝方的 push kick 直接招呼在脸上啊！最后拉进去，再补上刺拳。哇，刚刚是有命中头部哦。互相的踢击。于红又把距离拉近了。哇，这个 body kick 有招呼到横膈膜上面。是。现在看出来这个回合陈范宇是多了比较多拳击的进攻哦。哇，林玉红抓到一个外脚之后，那个后手直接命中脸部啊。是。现在尝试陈范宇想要拉进去来用拳击来进攻，但感觉反而是变成林玉红想要的比赛节奏。就是不断交互的运用的组合攻击。其实现在都是红方林玉红的距离啊，因为他的打击啊都非常的准确啊。是。蓝方都会踢空，不然是踢超过啊。被挡掉哦，再被挡掉，再回个踢击。哇，后手的正拳进攻，又是一个 body kick。蓝方可以多尝试看西壮可不可以破解一下这个节奏。是，因为他进来嘛，他脚够长，西壮应该是距离蛮够的。是，哇，刚刚又有命中头部哦。林玉红将对手比较角落。哇，这个后手漂亮。是，后手后脚，蓝方的攻击啊，有阻挡一下红方的距离。是，再做后脚踢击，蓝方陈范宇。好，现在第二回合结束。看得出来，蓝角的陈范宇是有稍微改变一下跟第一回合不太一样的策略啊。但红方啊，他完全啊就只打自己的节奏，其实这是非常好的、啊。不管对方做什么事情啊，你只要可以处理得掉，往自己的节奏打，让对方啊抓不到你自己想要打的技术。对，因为就从比赛到现在也可以看得出来哦，红方来自范瑟尔格斗学院的林玉红。目前的策略都是有效的，那有效就是继续沿用，好用一直用。确实是因为反正对方也破解不了这个技术，那我就一直用。但就看一下法须那个陈范宇可不可以再利用他的脚长优势啊，再控制一些距离啊。对，刚刚就算一度被逼到角落，但几次的后脚进攻在接拳的攻击是有效的。现在第三回合即将开始，我们的 final round。第三回合开始。对了，手拿好。哇，这个距离不太好啊。对。前往中间走。手拿好，回合最后2分钟的较量。对，左手拿好。现在
看看林宏是不断的晋升。打完就换你。对了，慢慢压，慢慢压，再来。刚刚踢到轴心部的脚啊，是，差一点直接跌倒。对。不急，站稳，站稳，再进去。对，不急。好，慢慢进，慢慢进。对了，你的拳要打到他。林玉宏还是在长招晋升哦。哎，很好，再来右手。陈范宇能不能再将对手给逼退？哇，这个提起很猛烈，再一个正踢。挡好手，挡好手，后手，后手，后手，然后不退。哎，正踢被夹住了。陈范宇的 push key 啊，都是往脸部直接招呼啊。挡好就打，挡好。哇，又踢到下裆。裆了。哇，这边裁判是主动叫出暂停，刚刚又扫到了。让蓝方的陈范宇再先回到中立角，这边感觉红方林宏这边护裆位置要做一下调整。对，被踢到掉下来了，代表啊，上场前没有绑紧啊。其实没有绑紧是很危险的。对，听起来就觉得蛮可怕的哦。这个真的是要好好保护一下自己的身体的重要部位了，不然其实受伤就很吃亏啊。这应该不只是吃亏啊，非常非常可怕。这边如果重要部位被踢受伤的话，这个就要送医院检查了。真的。这就已经不只是你整个踢拳运动生涯的考量，是可能影响到你整个人生啊，是影响到生活了。对，这个安全的配备还是要有。不过就以第3回合开赛之后，两边选手目前打出来的比赛内容，文哥我觉得两边有做出哪些调整地方？我觉得陈范宇跟林玉宏这场比赛啊，我觉得两边人都在抓自己的距离跟节奏的打法，但我觉得都现在来说的话，应该是比较平分秋色，因为陈范宇在第1回也是有控制不错的节奏跟攻击。那在刚刚这一回合啊，林玉宏啊有抓住他的节奏跟距离，有一直打陈范宇啊，所以等一下还是要做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是。好，那现在再重新调整完之后，确认状况都 OK， 比赛要继续开始哦。这场林玉宏跟陈范宇的对决。第3回合较量。哇！一开始陈范宇做的 push kick 非常有效啊，连续的踢击。哇！就像我刚刚讲的，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打法跟节奏啊。对。哇！这个巴蒂红方直接招呼到肚子上面。哇！又一个踢击，还是个 push kick。哇！想来一个转身的挥拳。拳往中间塞，下去稍微拉开一点点。哇！现在逼到角落。南方的陈范宇。这边看起来是头套的位置需要去做一下调整。刚刚在被逼到围绳附近的时候，手被扫到。遮住他的视线，确实是要调整一下，不然其实也不太安全。是。好，现在比赛继续哦。哇，这边后手的攻击。稍微打到刚刚陈范宇有一点点失去平衡哦，但退后之后再补上踢击。哇，最后10秒钟是比赛即将到点了，两边最后来看有没有更加有效的命中啊！哇，这一踢，哇，结果身体反而踢到了围绳的外面哦。通常有来有往的攻击啊，通常都是看谁抓到最后一拍啊，就是属于优势方。是，对对，刚刚蓝方攻击完，红方在抓最后一拍，真的非常的好。现在3回合的较量结束哦，来看南方代表来自法喜运动陈范宇，先来看一下刚刚这回合的精彩片段。哇，几次的踢击，就是刚刚这个扫到下裆。哇，你看这红方抓最后一拍，在踢，哇，这2波都做得非常好。对，还让陈范宇一脚给陷到了场外哦。那现在就来看裁判的判决。宣判本场比赛结果3比0，红方胜。好，最后是由3比0，恭喜红方来自范舍尔格斗学院的林玉宏成功抢下了胜利。这边2个惺惺相惜、啊，给了彼此啊最大的 respect 啊。是。好，
但确实就以林玉宏这场比赛的执行策略跟节奏掌控，几次在踢跟拳之间的转换的组合技，算是拿捏的非常的好。陈芳宇比较可惜的是，就是他的距离掌控没有很好。是。那如果依照他的腿长优势啊，其实是高打低会比较属于优势方。可能在比赛经验比较欠缺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顺利完整的将自己的优势给发挥出来哦。那也再次感谢两位选手带来这场精彩比赛，也再次恭喜林玉宏抢下胜利。蓝角代表热突袭格斗健身馆陈玉琪，红角巨杀拳击队吴玉德。好，那现在比赛要继续来重新回到拳击组的赛事，男子拳击挑战组63公斤级的比赛。蓝角是来自 Rush 突袭格斗健身馆的陈玉琪，红角是巨杀拳击队的吴玉德。两个人啊，全龄的时间啊都是1年啊，那都没参加过任何赛事，这是他们的处女秀。是双方整个比赛的初登板哦。好，这边看到官方给的资料，这个巨杀拳击队的吴玉德有个外号“巨杀剪刀手”哦。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攻击啊？要怎么样来用剪刀手的方式来做进攻哦？红角代表巨杀拳击队的吴玉德对上蓝角代表 Rush 突袭格斗健身馆的陈玉琪。哇，这一场赛事身高落差非常明显啊。是。但我们红方啊，非常的特别，他不是穿拳击鞋啊，是一般的运动鞋。对。哇，这样子会不会有好的表现呢？毕竟装备一定要第一啊。是。通常可能大家只是双方一开始节奏都很快哦。哇，蓝方就像一台坦克车，直接开进去。哇，这个8小成功命中啊！红方要采取要退打的方式啊。对，就是在身高占优势的情况下，想办法拉开距离。蓝方做的那个冲进去之后大蹲啊，直接蹲下去闪过他的攻击是非常好的。哇，红方这样是不断提醒要做打带跑。对，但蓝方的重心感觉有点不太稳，有时候一直会跑掉。红方一直游走打击啊。打一波推一波，打一波推一波，其实非常好。是，刚刚这个后手是有效命中头部啊！哇，代表他就算不穿拳击鞋，也是可以非常灵活的，非常敏捷。哇，这个推打非常好，蓝方直接压到，直接强势的进攻。稍微拉开一些节奏，再缓一些。蓝方是不断提醒陈玉琪要跟进加上去加压哦。其实蓝方采取的技术是不错的，都从肚子先走啊。是。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在鞋子的差异，通常可能一般的观众比较不太熟悉，这种一般运动鞋跟真的专业拳击鞋最主要的差别会在哪里？我觉得是抓地啊，因为拳击鞋是非常贴近地面的，一般的运动鞋是有垫高，可能会是有气垫，其实而且脚踝的保护度也不够好。是，确实看得出来，拳击鞋的皮很薄哦，贴地感跟完全不一样。对，它给你的回馈感是非常好的。是。哇，蓝方做一颗后手有命中脸部啊。是。哦，蓝方的教练提醒选手啊，从肚子先走。对，没错啊，因为毕竟比较高嘛，对方比较高，一定要打肚子。对，想办法钻进对手的怀里去做进攻哦。那相较之下，当然红方这里吴玉德就是不断的尝试去拉开距离，再找机会。退打的方式作为他的技术啊。对，那现在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场双方都是赛事的初体验，我们也可以看到，等于是完全2种不同风格的选手的较量。确实，一个是身高以退打，一个是以比较矮一点的方式，然后用坦克车的方式进行攻击。你看这一波，就是一直往前压啊。哇，确实看得出来，红方的吴玉德就是要在退打的同时来想办法找到反击拳的机会哦。蓝方会一直往下压，红方可以多尝试啊，几个上勾啊，把它打起来，可以尝试看看这样的攻击技术啊，说不定是有效的。是。
那如果线上的观众看到他们休息的时候，教练会一直拉他们裤子啊，不是因为裤子太紧啊，是要让他们散热啊。对，不然为什么要拉裤子？因为我平常啊，当还没接触格斗，我想说为什么有些动作我都会非常匪夷所思啊。因为真的场上这种2分钟完全无氧的运动，这身体散发的热能也是非常的可怕。没错，散热也是很重要。那现在第2回合比赛开始，刚刚是听到蓝方的教练团是讲说要慢慢压哦，还是要不断的想办法拉近距离哦。哇，两边都采取不一样的技术。是。何方吴玉德这回合攻势也比较变得更主动了。哇，这个交互拳成功，后手命中头部。何方吴玉德。裁判是先叫出暂停。这边蓝方的头套，陈雪的头套感觉是有松掉了。红方可以多尝试上勾啊，多打上勾会把它打起来啊，因为蓝方都走肚子啊。是。下比赛继续。哇，这个后手命中头部。哇，现在变成陈启是把吴的哇关起来，被关起来了。对，追着打哦。蓝方的技术的尝试非常的好，一直往肚子打。是，记者空隙也没有放过。手拿高哦，大家看出来吴玉的体能是有受到影响哦，出拳的速度明显有慢了一些。红方吴玉的感觉是有练双架，有时候正架，有时候反架。是，对，架势的切换。再看陈奇，哇，拉近距离。刚刚应该是不小心手蓝方对有推到了一下。是。现在第2回合进入最后20秒。哇，又是攻击肚子。蓝方每次下潜丢出一个 overhand 啊，其实都有命中啊，只是距离抓不太好，那个破坏力没那么大。对。好，现在第2回合进入最后倒数，连体力可能都下滑，出拳都变慢了。反击命中头部。红方走了一个角度之后，连续3、4拳的招呼啊，都有命中在脸上。是第2回合结束。这回合两边的彼此的换拳是更加的多，更加激烈哦，体力都大幅下降。是，原本在一开赛吴玉德是不断去拉开距离的情况之下，这回合感觉拉不开哦，就干脆近身跟对手去换拳。这2位选手想要发挥的技术啊都非常明确，红方就是想要采取距离感跟角度啊，走角度啊，然后蓝方就是坦克车一直碾压式的打法。对。发生了有推倒的情况啊，看起来很累哦。两边选手身材除了身高落差之外，体型上也落差蛮大。反而蓝方啊比较精壮啊，是红方反而比较瘦小一点。但这都不影响场上的表现啊。就看谁的技术可以发挥比较全面。对，现在比赛要来到最后1回合，第3回合。红方巨杀拳击队的吴玉德跟蓝方 Rush 突袭格斗健身馆的陈玉琪。哇，台赛陈玉琪攻得相当的积极，又是不断哇，走了一个角度，丢了一个后手，集中蓝方的脸部啊。是，蓝方应该会尝试下潜，丢个 overhand。哇，闪过。就被命中了头部哦。对，这个体力都下滑非常严重。对，看哪边可以比较有效掌握机会。现在距离拉近了，蓝方陈玉琪持续的追进，被把他关住。对，连续左右的勾拳。红方没有机会就是爆啊，可惜没有控制好。是。蓝方又换了反架，然后骗局又换了正架。蓝方教练不断提醒哦，手拿高压进去哦。来看红方吴玉德，哇，挡住被命中脸部，直接变换一个节奏，跳进去打，抓到一个距离啊。是，但蓝方的护具又松掉了。感觉在头套这边
有点状况哦，裁判也主动问现场检录处有没有胶带可以来帮助固定。红方感觉非常的累啊，对，但他的指导教练啊一直叫他站好，因为千万不要2只手放在膝盖上啊。这是为什么？你知道？这是我听过格斗的，是那什么冷知识啊，它就是输的动作。哦，是这样。格斗冷知识啊，那时候我也是喜欢这样子、啊。他说：“哎，你不要这样子。”哦，原来。所以一定要，就算很累，也要站着说我不累。是。表情不能输啊。对。因为你看摄影机都在拍啊。也不能让大家看得出来你很累啊。确实。哦，但这个应该是非常困难的。真的。体能消耗真的太大了。确实，从刚刚第一回合也有听他们教练有提醒说，你不要在中立角的时候，你也不要双手都放到了那个绳子，放在绳子后面。但这没办法，因为有时候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你真的很累的时候，其实是管不了这么多。好，现在陈玉琪的头套用胶带固定住，比赛要继续。第3回合剩下最后的30秒。我们红方吴玉德刚刚连个1、2啊。都有点到，其实就是要打这个距离啊。是，哇，非常好，尝试的非常好。转换角度之后再后退，哇，这边成功闪掉。哇，蓝方想把它关起来，打到我们主播台这边了，非常激烈。对，时间到，哇，时间到，继续打难分难舍。刚最后倒数阶段，陈明启不断的想要抢进来进攻哦。但吴玉德刚刚几次的判断，必须说都相当冷静哦，都有成功闪过之后，组合拳都有成功有效来命中对手。没错，那就我们去看我们的评审团啊，该怎么去判决、啊。再看一下这个精彩的重播画面哦，哇，一度是将吴玉德给逼到角落来进攻，那吴玉德的反击是有效命中的、哦。哇，这个后手，这个进攻又一拳打中。最后来看这场比赛的判决，2位选手都是这个赛事的初登板哦。哇，我们这样看上去啊，真的是高了一个头多啊。是。就来看最后是好比赛结果宣判。我最后要恭喜红方代表来自巨沙拳击队的吴玉德2比1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他证明了一件事，是我不穿拳击鞋也可以打赢比赛。哇，对，在穿着运动鞋，应该是训练鞋的情况之下哦，2比1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有点像感觉早上去跑步啊，哎，这边有个比赛，我现在打一场好。对，哇，而且应该是篮球鞋哦，我刚刚瞄到了，而且是应该是前几年是 NBA 球星 Kyrie Irving 的球鞋哦。哇，这个一定要去买一下。我没有，现在应该买不到，他现在这个品牌已经换了。哇，对。哇，那也再次恭喜吴玉德，哇，这应该也会是整个生涯首胜哦。对，非常恭喜他。确实在虽然说对手陈玉琪，当然对手陈玉琪的攻势也真的很凌厉，但他几次的有效拉开距的反击是有稍效果的。最后就是2比1，来自巨沙拳击队的吴玉德拿下胜利。然后继续，接下来要进行的也是男子63公斤级挑战组的拳击赛事。红角的是来自烈火拳击的蔡维彤，要对上蓝角权威拳击健身俱乐部的郭定伟。这个双方也这样子，跟上场比赛比起来，这一场比赛两边就都是有比赛经验的选手。但拳龄啊有落差，是因为烈火拳击的选手啊有3年的经验，泰威只有1.5年啊。是。现在比赛开始，蓝角的郭定武要对上红角的蔡维彤。哇，一开赛马上晋升哦，节奏拉得很快，不断的换拳。哇，通常第一回节奏拉那么快啊，只有2件事啊，一个是体力啊，一个是可能啊会太急啊，抓不到节奏。是。刚讲两边就稍微缓了一下下，可能刚刚一开始节奏拉很快，也要去探对方的虚实哦。确实要冷静一下。
重新哇，红方这个后手直接命中蓝方脸部。又是近身。换拳之后，再马上后退拉开距离，看得出来，目前是蓝方郭定伟是稍微比较等待多了一些哦。红方啊都会透过一个途径的攻击啊，而蓝方非常冷静的面对，是，啊把重心放在后脚啊。左手刺拳刚刚尝试进攻，哇，红方就有一个后手命中蓝方脸部。不断换拳再拉开距离，可以看到蓝方的整个防守动作，他那个是什么没威慑的站姿？是。哇，非常有自信的感觉啊，直接走进去啊！哇，刺拳命中。蓝方的郭定伟现在开始采取比较主动的进攻了，但蓝方要小心啊，下巴有点太高了。是。左右的连击，双方现在在拉开。蔡维彤在主动进攻。现在第一回合最后倒数阶段。现在双方在互相试探的情况之下，第一回合结束。对，感觉双方并还没有把真正的进攻策略跟彼此的打拳的特色给展现出来哦，都还在互探虚实的阶段。一开始啊，攻击非常猛烈啊，突然啊，过了30秒之后啊，再重新试探一下，对，发现不太对哦。对。一开赛猛攻发现，好像彼此都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对，毕竟2个人的油箱都还是满的。对，双方都有在互相拉开距离哦。我这边比较好奇，在官方资料给了这边来自权威拳击健身俱乐部的郭定伟，外号是田桥仔陈条啊。如果是真的，必须说，蛮羡慕的。外号啊，原则上是外号，实际上不知道。对，但当然以比赛来讲，就跟这个外号是没有关系的。哇，一开局红方直接往前压。对，开赛之后，烈火拳击的蔡维彤更加主动的进攻。现在再稍微拉开，哇，马上又跟进补上后手进攻，有命中脸部哦。因为红方都会往下压，蓝方啊就会往下打。是，但他的下巴还是太高了，是非常危险。确实，可能这是红方的铺陈也说不定。是。现在轮到蓝方焦伟主动进攻，他教练要他不断追着打哦。这边裁判主动叫出暂停，哇，这边场上流血的情况，已经流鼻血啊，流到全身都是啊。哇，蓝方走过来跟我们说好累啊！对，我们也看得出来非常累。郭定伟选手刚刚进攻是把蔡维彤给打到流鼻血哦，现在比赛是叫停哦，现在要回到他的红色脚来做处理哦。我们现场有专业的医护组来评估一下，他可不可以继续比赛啊？对，这边看到这个血已经流的全身都是哦。哇，比赛结束被收掉了。对，现在裁判直接判定了，在有流血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是提前来判定胜负，那就要恭喜蓝方来自权威拳击健身俱乐部的郭定伟，最后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因为我们这个是挑战组啊，素人赛事啊，还是以安全为前提啊，不能让选手受太多的受伤。因为毕竟他那个血已经流到全身都是了。刚刚这个流血的量是真的蛮大的哦，在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完全止血的情况下，其实现在在场边还是在持续做止血的动作，所以比赛是直接喊停。这边看到郭定伟选手也是上前跟对方致意啊。对，虽然打归打，但其实啊还是要保持一个 peace 友好的样貌啊，其实才会有更多人来参与这样的格斗运动。找这边来看到这个重播，刚刚这个左拳命中脸部之后，就有一点血要出来了。对，那这是打到流鼻血的情况。那也希望红方来自烈火拳击的蔡维彤，这个流鼻血的伤势没有太过严重，没有大碍啦。但现在要想办法
先将鞋给止住哦，他的助手教练团还在持续在帮他止血。我们 T1 的赛事方啊是非常专业的都有相当专业的医护组在帮他做一些治疗的部分啊，不然其实会蛮危险的。对，但这真的是浴血奋战啊！但相当可惜，在规则判定之下，左手蓝方来自权威拳击健身俱乐部的郭定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哦。也确实，虽然说是因伤提前结束，但他刚刚比赛中的内容也看得出来，这个几次的打击跟进攻的策略是有效的哦。那也恭喜他成功抢下比赛的胜利。下一场是拳击项目67公斤男子组，蓝角代表梁山伯武道馆林文赞，红角代表谢拳运动教室王培佑。继续还是拳击组的赛事，男子67公斤级挑战组，蓝角是来自梁山伯武道馆的林文赞，要对上红角谢拳运动教室的黄培佑。我们这场啊，全龄都是3年了，但梁山伯武道馆是踢拳的全龄。两个人外号，一个是神奇大叔对上我们的火爆小子啊，大叔对上小子，对。确实看得出来，黄培佑是2位选手年龄上面，可以刚刚看到红角的黄培佑选手在戴上头套前，不知道这边观众朋友看不看得出来，在发色上面就有透露一些年龄啊。到底是不是真的火爆的神奇大叔呢？会用什么神奇的招式来控制火爆小子？对，哇，这。林文赞选手他的拳击裤也很特别，是有火焰的造型哦，应该是有符合他的外号“火爆小子”。那现在比赛开始，谢拳运动就是馆的林文赞。60公斤刘正廷叶纯呢到检入组报道。开赛看出来，黄培佑整个防守的架势架的算是蛮扎实的哦，确实来保护头部。哇，蓝方采取一个脚步弹跳的方式，红方就是稳稳的往前走，慢慢的压制啊，等待一个好的时机啊，不断的逼近，想要把对手给逼到角落。这个挥拳是挥空。这边裁判提醒头要稍微抬起来哦。这里黄培佑又将林文赞给逼到角落了，又是一个敏捷度跟一个坦克车的对决啊！蓝方感觉脚步非常灵活、啊，是重心左右的互换啊。但黄培佑这边是持续稳定的在进逼前进哦，不知不觉都会将对手给逼到角落，这边闪出来又回到中央，对，还是持续的前进。红方这边教练团是不断提醒要持续的进逼哦。哇，其实蓝方的距离控制非常的好啊。是。打完一颗之后退打，再打一颗 hook。但现在又到角落来了。龙边技术。哇，很有自信的展现哦。随后又闪出来，现在反而蓝方。现在比赛又回到比赛场地的中央。对，不断的弹跳啊！刚刚文哥也有提到，蓝方的林文赞选手脚步非常的灵活啊。哇，红方一个 hook cross 啊，有命中到蓝方啊。对，但刚刚林文赞也马上双手一摊哦，没什么影响。对，没有什么效果。哇，第一回合结束啊！我都非常喜欢这些会调皮的选手啊，因为我自己也喜欢这样子搞啊，但最后还是要体力或是获胜啊。比赛当中有增加这些动作、情绪的展现，其实对于比赛的张力是会更加精彩，更有你的魅力展现啊！观众也会觉得，哎，其实打比赛蛮有趣的。对，不过就像刚刚文哥也有提到，前提是你在做完这些动作之后，你就要有信心，不能林文赞选手哇，整个动作非常的奔放啊，脚步相当灵活，不断弹跳的情况之下，就以目前呈现出来的比赛内容，算是蛮华丽的哦。
相较之下，黄培佑选束手手退。这个拳击裤上又绣着神奇大叔啊！看红方这次可不可以抓到好的时机？是稍微比较沉着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找到好的时机来去做进攻哦？我刚注意到他的拳击裤右边绣着是物理超度哇哇！第二回比赛开始，刚刚就马上非常激烈的攻击。哦，现在来到角落边，哇，来到神边之后，哇！蓝方走了一个赛斗之后，继续往他的敏捷技术进攻。是。但红方一直想要找个好的机会。对，现在感觉黄培佑这个回合一开始攻势比较积极哦，进逼的同时也不断出拳。哇，丢了一个大颗 overhand 啊，太明显了。是。再补上一个后手的攻击，林文正的移动相当的快速灵活。又是个连拳。交换方向又逐渐来到了角落。刚刚后手的攻击有擦到头部，黄培佑的后手。红方黄培佑如果想要丢大颗 overhand 尽量把它压在身边再进行这个攻击会比较有效。是，不然其实一直游走很难抓到他的距离。对，因为可以看得出这个时候哇，你看又被他走掉了。哇，非常漂亮的闪躲啊！南方连文战的脚步真的非常灵活是。哇，这个肚子，巴蒂需要有效命中哦。稍微弹了一下绳子之后，回弹就成功闪开拉开了距离。其实红方可以多丢几个虚的拳是让蓝方抓不到他的节奏，不然其实都被蓝方这样子玩来玩去也不是办法。现在感觉局势红方的黄培佑稍微缓了下来，不像这个一开始不断的前进进逼哦。第二回剩下倒数的10秒钟，红方现在在身边应该是可以尝试了，不然时间就要到了。被蓝方这样抓着对，哇，又被逃了出来。第二回合结束。蓝方在这2回合的控制距离跟节奏上真是做得非常好，但红方一直想要等待一个机会不能一直等不然第3回合一定要抓个击倒对，以目前的局势来看，刚刚第2回合一开始，红方来自谢前运动教室的黄培佑，其实整个攻势是比较主动积极的，但真的必须说，来自梁山伯武道馆温战蓝方的选手脚步真的很快很灵活。对，他虽然没有打到一个很有破坏力的攻击但其实他都有打到点上但因为这个其实对他体力消耗是非常大的。是，而且也会露出更大的空隙。确实。那现在比赛要来到3回合，以第2回合来看，个人是觉得好像节奏有稍微比较被林文赞给控制住，可能稍微占了一点优势哦。现在必须要看黄培佑神奇大叔能不能来一个神奇的一击哦。红方现在变得比较积极了。是，对，现在最后一回合必须要拼了。好，不断的前进，想要尝试来做进攻，但林文赞都能够有效闪开，再给予反击。蓝方主要采取的都是 level change 是，就是头肚子头哇，又闪开了。但红方如果面对这类型的选手，其实一开始打头是不太好的技术因为移动的动作太快了。是，蓝方都会躲掉。而且在身高比较劣势的情况之下，感觉红方这边比较想办法，真的要拉近距离，尝试做一些 body shot 的进攻。没错，就像你讲的，一定要从肚子先走。哇，都打头，你看那蓝方林文赞都后退1步就到了，就直接躲掉。你看又来了，就一直用 pull back， 然后一直闪掉这些所有的攻击。对，而且来到第3回合，他的脚步还是很快感觉体力现在目前还是非常的充沛。现在来到角落，哇，在身边了，能不能有效把握这个机会来做更积极的进攻？有被躲出来了。哇，蓝方的脚步真的非常的华丽我超级欣赏这类型的选手。哇，这个确实整个
空间感也掌握得很好哦，林文赞选手。洪培佑剩下不到20秒，其实要主动攻击一点啊。对，现在必须要想办法在最后这10秒。哇，你看，来个比较重拳的哇，关键林进攻啊！文赞整个闪躲的技术都全面，哇，就是一个后背 rolling。哇，最后比赛结束。刚最后关头，林文赞选手还秀了几次的摇闪哦，鬼之闪躲，是致敬一下我们的鬼之闪躲鬼杀的队长，动作真的很漂亮啊，真的打得非常的稳啊。最后就来看整个最后裁判宣判的结果，但就目前3回合看起来，当然还是必须给黄培佑我们神奇大叔一个大大的 respect 啊。没错，在可能体能跟身材都稍微劣势的情况之下，不断的积极去做抢攻。宣判本场比赛结果3比0，蓝方胜。好，那最后比赛结果3比0是由蓝方来自梁山伯武道馆的林文赞3比0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当中，完全把自己的体能优势跟快速灵活的脚步给发挥出来哦，以华丽的脚步啊来控制对手。对，也是目前今天比赛到目前第一次看到选手真的在场上做出摇闪哦，非常漂亮的闪躲动作。只要控制到整场的节奏啊，基本上啊，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啊，都是非常可以轻而易举的、啊。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控制了这个层面。那也恭喜梁山伯武道馆的林文赞选手，那同时也感谢黄培佑选手带来这场精彩的比赛。他虽然是大叔啊，但他的体格非常的好啊，真的。难怪是被称为神奇大叔啊！哇，基本上就这个选手年纪看得出来，你能够站上来完成3回合这样子的较量，就真的非常不简单。没有错，没有错，真的是大大一个 respect。好，继续一样是拳击的赛事，男子67公斤级挑战组。红角这边是 UFC Gym 的昊天宇，那要对上蓝角来自动能运动空间的吴宪腾选手。哇，两个人的赛事经验啊有一点落差、啊，是因为 UFC Gym 的选手是有参加过2025的 T1 的赛事啊，但吴宪腾啊是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比赛。哇，所以也是比赛初登板的概念哦。我刚刚有瞄到蓝方的吴宪腾选手，他的背上可以来看一下，还是刚刚蛮有趣的是看到有位选手背上好像有画了一个手掌的掌印哦，哦，抱歉，应该是红方的选手哦。现在比赛开始，第1回合。红方的 UFC Gym 的昊天宇对上蓝方的动能运动空间的吴宪腾。哇！因减迟到扣2分。我们因为红方啊没有准时啊，所以被主办方扣了2分啊。其实这是影响非常大的、啊，他只能抓击倒啊。是这个等于还没开赛就先被扣2分的劣势了。所以啊，提醒所有选手参加任何赛事啊，准时啊是首要啊。哇，这一场一样是我们的正价对我们反价。所以现在变成红角的昊天宇一开赛就要很积极的抢攻哦。没有错。把分数追回来啊！对，我看来是有效，来到逼到角落，不断攻击。哦，但现在这边又赛术闪开，拉开距离。我们无限的选手一定要赶快抓住自己有加2分的优势啊！对，但同时其实就算你有2分优势，也不能太保守哦，有机会还是要想办法抢攻哦。没错。哇，马上左右的连拳，紫色 body shot。但蓝方刚刚一个后手啊，直接把下巴打歪啊！是。哇，这边持续防住头部。蓝方刚刚的上勾拳啊，尝试的非常好。是。好，现在双方节奏都稍微缓了下来。来看红方
已经先被扣2分的昊天宇，哇，直接命中头部，正那一面命颗非常的中。脆啊！可是蓝方啊，完全没有任何动静啊。对，打下去的声音是非常的响亮哦，但吴宪腾感觉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哇，昊天宇啊，真的是在抓了一个好的时机啊！是。现在双方不断的对峙。哇，又来一个后手，又成功这就是正架对反架，后手啊，通常啊，通常距离会变啊。是。蓝方应该要习惯一下这样的距离啊。哇，刚刚稍微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在开赛就先被扣2分，来自红方 UFC Gym 的昊天宇。哇，进攻非常的积极哦，刚刚几次也看到后手的大炮命中哦。没有错，蓝方应该可以多尝试走后手，不然都走前手的话，其实不太理想。对哦，这边画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昊天宇选手这边右边肩膀上有一个手印，这个应该不是打出来，应该是用画的吧？还是他中了画骨名字？这如果是用画的，可能就是这个在致敬第一神拳这个鸭川教练拍在所以这就是腹背上的那一掌哦。这就是格斗界所传闻的，要中二才会强啊，要中二才会强，确实。对，从我们现在主播台看过去，就真的是蛮明显的，昊天宇选手肩膀上有这个手印哦。好，现在第5回合比赛开始。不要急，快点啊！是持续后手进攻。哇，蓝方吴宪腾打得非常积极啊，是，但红方前面又被逼到绳子上了。喂，不错，后手先走啊！哇，抢到外角，后手先走，直接压迫啊！蓝方吴宪腾打得非常好啊！现在反过来压制，一度在将昊天宇给逼在角落当中哦。哇，这是什么漫画对决？哇，这个后手直接 nice， 自己也兴奋的手举了一下哦。没错没错啊，一定要手举起来，让裁判知道他打到啊。对，非常明确有效打击。这是我们在看拳击比赛会常看到的动作。是。不然人家会说，哎，怎么他突然举手？其实也是在后手的挥击，刚刚也是有插到头部，哇，成功闪开，这边又逼到威神旁边，哇，反过来现在那个红方被逼到角落，红方左手的 hook 是直接招呼在蓝方吴宪腾的脸上啊，对，直接把他打退哦。两边又回到场地中央，第二回合要大概还剩下35秒左右。哇，昊天宇要赶快抓回一下自己的节奏啊，不然其实扣2分是非常大影响啊。是，必须要更多像刚刚第一回合后手直接命中头部的进攻哦。双方是抱在一起，比赛裁判将两人分开，比赛继续。对于红方 UFC Gym 的昊天来说，没有太多慢下来的本钱哦。哇，吴宪腾开始做 slip rolling 啊，是抓到这一个，哇，漂亮啊！手又勾到了。吴宪腾在这一回合其实发挥的非常好，是，不管是防御或是攻击啊，都是展现了全面的技术啊。是。这边也提醒一下，目前透过我们线上直播的观众朋友，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会稍微休息5分钟哦，然后我们直播也会再重新开启。在直播目前是有一点点状况，等一下会再重新开启整个比赛的直播。前2回合打完，确实看得出来，在第2回合吴宪腾这边整个进攻更加的主动凌厉哦，那几次策略也有收到确实的效果。现在比赛要来到第3回合最后1回合。第3回合开始。哇，一开始红方就积极的猛烈攻击，
对于昊天宇来说，他真的没有慢下来的本钱哦，开赛就陷入2分的落后。哦，蓝方的策略非常好啊，没有好的距离就先爆。是。这下勾有命中腹部，持续的进攻。喂，蓝方一个外手外脚的 hook 啊，直接命中，把他推到旁边去了。是。哇，开始在引诱啊。对。重心往前摆。是。哇，可惜昊天宇直接把他压在身边。哇！刚这个 hook 又打中脸部哦。第一回合剩下不到1分钟的时间，昊天宇应该再猛烈攻击一点啊。对。他没有累的机会啊，他不行累啊！哇，又被抓到一颗！哇，又一颗！哇，不断连续的命中脸部。蓝方无限藤现在怎么打怎么中。哇，这边逼到身边，尝试下勾的攻击，但是被裁判给。红方是不能勾着脖子在进行击打，这还是拳击啊。是。哇，现在时间。哇，一个上勾，无限藤所有的拳的角度啊，都直接招呼在昊天宇的脸上。是。昊天宇必须要不断的更加积极的出拳哦。时间哇，打到头抬起来了。无限藤 level change 肚子走头啊，非常有效啊。对，比赛进入最后倒数阶段。哇！哇，健身又是一个昊天宇的手应该拿高一点啊，可是也体力下滑太多啊，是让无限藤啊很容易点到啊。现在这场比赛时间到哦，来看。还没参加过比赛，来自蓝方动能运动空间的无限藤，第3回合表现相当的精彩哦。虽然说有一度被打到后退哦，但几次被逼到角落之后，能够反击，都能够确实的命中对手的头部哦。哇，就是这个连续3拳，哇，第4拳、第5拳都招呼在头部上。现在就让裁判来宣判比赛结果。昊天宇对上无限藤，但在昊天宇先被扣2分之后，是什么结果呢？3比0，蓝方胜。好，最后是3比0，恭喜蓝方代表来自动能运动空间的无限藤，用3比0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那也是他的整个生涯首胜也到手啊！第一次参加比赛呢，第1场就成功拿下了胜利哦。再次恭喜无限藤。那我们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会稍作休息5分钟，我们后续直播也会再度开启，那也请我们观众朋友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再回到今天相当精彩的 T1 踢拳拳击积分邀请赛。大会报告，本场比赛结束，休息5分钟。
T110踢拳拳击积分邀请赛即将开战，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私底下选手备战到底都做哪些事情。我们今天来到台湾踢拳协会的秘密基地，跟着我们一探究竟。这里就是台湾踢拳协会的秘密训练基地，而选手们平常都做哪些训练？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平常练习这些内容呢，主要是为了提升我们的体能，然后跟调整动作的细节。因为一场比赛呢有3分钟3回合，所以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那除此之外呢，也会加深我们对动作组合的记忆，这样我们能在场上呢更随心所欲的发挥。看他们的那么认真训练，你是不是跟我也一样热血沸腾了呢？而大家真的是用汗水来换取在场上的荣耀，而这项运动不只是男生热爱，连女生也有很好的表现。那我们现在的训练就是拳脚跟踢击的训练，那我们就更好发挥出在我们实境对练的时候去做掌控的距离跟打击的有效距离。那我们这样会比较好衔接在比赛场上的，更好发挥出我们高水准的技术比赛。T1踢拳拳击积分邀请赛到现在也举办了10届了，很多选手透过这个赛事来累积自己的实力，甚至登上国际舞台。我觉得这对全台湾的格斗选手来讲是非常好证明自己的舞台。T110踢拳拳击积分邀请赛不只要拼胜负，更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究竟谁能撑到最后一刻，就到比赛见真章。好，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再次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回到我们的 T1踢拳拳击积分的邀请赛。那一样是我们上午的赛程。那这场比赛持续由我主播林志儒跟我们的赛评文哥来欣赏这相当精彩的较量哦。那刚刚是中间稍做了5分钟的休息。那根据看到的 YT 聊天是说直播的状况有点问题，我们也重新的设定。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透过我们转播来欣赏这相当精彩的赛事哦。没有错，可以在线上支持你自己喜欢的选手。对，那或者是也欢迎可以来到现场哦，来到我们这个格斗馆的3重馆来欣赏这真的相当精彩的比赛哦。继续要来进行要轮到的还是男子，现在是要进行拳击的赛事的部分哦。应该是踢拳。哦，是，抱歉。应该是踢拳，可能是场次上有调整了一下，但没有关系，我们赛事一样可以进行。对，现在是一样是踢拳的竞赛，要有红方范瑟尔格斗学院的刘正宁要对上蓝方五甲综合武术运动馆的叶存恩哦。没错，2个人的拳龄非常相近，来自红方是泰拳3年，蓝方是踢拳2年，各有参加赛事3到4场的经验。是。好，那现在比赛开始。哇！一上来就来个正踢哦！哇，蓝方这个骗的动作非常的厉害。哇，这边跟进，再补上个膝撞，跳起来打哇，这边勾到脚是有发生跌倒的情况啊。没错，打得非常激烈啊！哇，红方直接破坏力十足的踢击啊！哇，都打出声音来了。是。这个踢到身上的声音相当的扎实哦，有时候声音会吓阻对手啊。哇，红方边打边叫啊。是。哇，这个踢击力道很强哦，可以看到。但蓝方的拳还是有招在红方的脸上啊。是。哇，这个闪过之后，哇，距离非常好。哇，这个转身。这个假动作做一个转身变圈，不错，可是距离没有很好。是。好，红方的刘正宁非常主动积极的抢攻哦，而且刚刚侧踢的力道非常有哦。哇，蓝方叶纯文直接被打到后面去啊！是。下巴要稍微微收啊。对。蓝方哇，这个膝撞直接往角落给撞了过来。哇，尝试的这个内腿。红方刘正宁真的是很多技术啊！哇，后手得点2颗，后手右命中头部，哇，还 key，
直接招呼在手上，直接把对手踢进角落。哇，红方这种碾压式的攻击非常的可怕。叶纯恩真的要想办法去做一些啊，不然后手换前手是不太好啊。是，右边命中头部，现在来到绳子旁边哦。哇，又是一个刺拳命中头部。哇，现在第一回合结束。红方非常的猛烈啊！对，来自范舍尔格斗学院的刘振宁，哇，进攻非常的强势哦，几次踢击这个声音非常的响亮，再来透过这个重播看一下哦。而且他边打边喊，那个压迫气势非常的猛啊！是，哇，直接面对对手转身变拳，自己也来一颗。而且这边逼到角落，哇，马上正拳打得很猛啊！有时候一开局第一回合啊，想要节奏拉快点，让对手啊抓不到自己的节奏啊，但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体力的考验了。是，那如果蓝方休息过后调整技术一下，可能第二回合会被反制啊。是，就看蓝方教练给予什么样的指令。对。我可以去画面上也可以看到蓝方的叶纯选手，他的整个后腰是完全被踢到红起来了。刚一开赛，刘振宁的踢击真的相当的强力。好，现在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第二回合又是2分钟的较量。这个侧踢直接招在红方刘振宁的脸上。哇，在一个转身的反拳。哇，蓝方现在感觉又比较稳，在尝试想要拉开距离。哇，这个回拳，哇，又命中头部哦。哇，现在又逼到角落了。哇，直接被抓一个强毒啊！因为蓝方的手太低了，头部被攻击太多次了。想让红方再回到中立角。手要拿起来才可以继续打。是，对。但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哦。前面这个读秒跟在争取稍微更多的喘息的时间哦。哇，红方挑衅意味十足啊！对，证明这让你的踢击没有力量啊。被踢中之后还主动拍了2下，哇！但确实红方的踢击真的破坏力十足啊！哇，那个砍下去的力道非常大啊！哇！再补上命中头部，打得非常挑衅啊！连续2颗打中头部，哇！这边蓝方抛毛巾了，比赛结束。哇！红方真的非常的猛烈，破坏力十足啊！直接压在身边打啊。哇，这边要恭喜红方来自范舍尔格斗学院的刘振宁。哇，几次的进攻真的就跟炸药爆炸一样哦，打到对手直接抛毛巾了。刚最后再来看重播，最后这几个关头连续往脸上招呼过去啊。蓝方叶纯恩感觉只是一开始的节奏调整状态没有很好啊，一直抓不到自己的节奏啊，被刘振宁控制住整场。宣判本场比赛结果，在第二回合1分11秒，赢蓝方弃权，红方胜。哇，那也再次恭喜红方来自范舍尔格斗学院的刘振宁，哦，非常精彩的表现哦。那当然也是感谢叶纯恩。虽然说最后在教练团是抛出了毛巾哦，但至少现在看起来身体状况应该是没有大碍啦。但是在比赛局势可能比较压倒性的情况之下，教练团选择是直接先弃权哦。毕竟还是挑战组啊，自己的教练还是要保护自己的选手，不能让他受太多攻击啊。在这个相当激烈的比赛过后，大家都还是有各自的生活要努力啊。确实。对，但也真的必须再次的说一下范舍格斗学院的刘振宁表现真的相当的精彩啊，完全掌控了比赛局势，整个进攻，不知道大家我们在现场听到他那个拳砸在对手身上的声音，真的非常的可怕，尤其是他那个鞭腿啊，对，打得非常破坏啊，真的是像鞭子甩在对手身上一样的声音哦，也再次恭喜他拿下胜利。那继续要来还是踢拳级的赛事，男子挑战组60公斤级，由来自台南正帆拳馆全新格斗的黄俊纯要对上蓝方 DFA 降龙总武格斗中心的游辉哲哦。虽然啊，黄俊纯啊的拳龄比游辉哲还低啊，但他的赛事经验啊比游辉哲还多啊，是几乎有参加了3到4场的赛事啊。
是包括2024 SDS 的王者之拳的优胜，2023年 Punch Up 0204年都有参赛哦。好，那现在比赛即将开始。好，比赛铃响正式开始。哇，这边先来个正踢。双方距离还在不断的试探当中哦，想要尝试拉近距离，再去做拳击的进攻。哇，脚在接拳，刚刚刺拳距离稍微差一些。哦，现在近身，两边抱在一起，裁判要将两人分开哦。红方进去的时候都要小心一下，手要拿高一点，不然蓝方都会想要抓个迎击啊。是，对吧？其实你看，现在他们戳就戳中了。蓝方真的是在等待机会啊！对，看得出来红方的黄俊纯比较尝试想要去做近身的攻击哦，但就像文哥刚刚讲的，自己的空隙必须要保护好哦。哇，这个踢击，哇，想要尝试后手的挥拳，并没有办法命中，都有被闪开。有挥者现在在场中央哦，持续抓跟对方的距离。啊，这是 1-2 punch， 有命中头部，哇，这踢到对手直接后退了，再补上一个特踢。哦，蓝方的技术其实稳稳的，发挥自己想要打技术啊。是。现在这边两边缠住，想要来做个膝撞，但是被分开了。没错，是不能连续膝撞的，在踢拳规则上面。持续再将距离拉开，有挥者不断的站在场中央哦。蓝方选手啊打得非常稳啊，只要抓到机会啊就不会放过他啊。但红方选手还是要稍微冷静的处理一下这些技术。哇，直接命中脸部，冲进去倒地哦。蓝方后手直接抓到一个，让他重心不稳跌倒。是。现在第一回合结束，看得出来蓝方代表来自 DFA 降龙总武格斗中心的游挥者，哇，确实看得出来相当的沉着哦。打拳啊，通常就是心技体啊，心理、技术跟体力啊。通常你心理要先稳啊，才会发挥技术啊，最后就是你的体力的关键。是。好，再看一下第一回合精彩的画面重播哦，哇，是有打到对方整个重心不稳的情况啊。非常的稳健啊，是来自我们降龙的游挥者啊。当然，红方代表的黄俊纯看得出来，其实开赛是很积极，想要来掌握主导权哦。几次的抢攻非常强势，但几次的空隙是有被对方抓住的。对，看场边教练啊，会不会给他一些建议啊？因为这样的节奏啊，已经被对方抓到了。是。就要看到比赛进入第二回合，双方的策略上面会不会有什么样？尤其红方的黄俊纯呢，整个进攻模式会不会有所改变？但他的教练还是不断的喊着叫他去压他哦，要跟上去哦，还是要想办法把距离拉近。对，但蓝方一直被抓到迎击是有点危险的。是。哇，又被抓到。但红方这种乱拳打法还是要有效，才是有意义啊，不然其实乱拳打在防御上也是没什么效果。是，哇，反而更有机会会被对方抓到空档哦。看好有挥者，逼近之后马上就会跟着来做膝盖攻击哦。有挥者的技术，哇，这直接跳上去 ，fly knee 啊，真是尝试非常好啊，都抓不到节奏啊。哇，刚刚左拳又有命中哦，这个后手攻击又打到头部，哇，就是被抱住之后，马上就会膝盖攻击就跟着来哦。红方刺拳又命中，红方黄俊纯一定要冷静一下，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啊。这个时候啊，最怕就是啊打到上头啊，已经完全听不到场边教练的指令了。对，哇。好，这边裁判稍微做警告，蓝方的游挥者不能再做主动的将对手抱住哦。裁判刚刚明确讲了，再抱会扣分哦。哇，
有上来哦，那确实两边不能再有这种互相缠抱的情况。哇，近身现在要打到角落了，哇！红方黄俊纯被抓了一个强毒啊，确实是啊，因为他的手太低了，一直被攻击到头部啊。是再回到中立角落倒数之后，现在比赛继续。哇，一上来马上又来个4拳，现在第二回合比赛即将结束。哇，可以看得出来，目前的节奏掌控可能游挥者蓝方来自 DFA 降龙总武格斗中心的游挥者，目前还是掌握着比较多的主导权哦。没有错，那就看红方在最后一回可不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技术，那场边教练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然后去执行啊。是，再来看看刚刚第二回合两边的精彩表现哦。哇，这边几侧刺拳都有效命中头部哦。后手的攻击也能够收到效果，尤其这边这一段是直接将对手给打到角落去对，因为哦。蓝方的后手啊，都是从右边啊直接从外面进来，其实不太好看到，所以都会从外角被攻击到，导致红方选手被打飞啊。是，所以刚刚被抓了一个强毒啊。助手退。好，现在助手退场，第3回合比赛要继续接着来开始。目前的状况来看，红方来自台南正反拳馆全新格斗黄俊纯，必须要想办法来扭转颓势哦。反而第3回合开赛，两边都稍微试探再多了一些，想要找到更好的机会。哇，那现在近身又有爆的情况出现了。哇，蓝方游挥者啊，一直用1-2啊，把红方啊黄俊纯打到外面了。是，确实整个节奏掌控的很好，对手进逼抓到空隙，直接把人家再打退哦。也看得出来，游挥者都持续的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在场地的中央啊，距离抓得很好。蓝方 low key 接个左脚 push key 啊，让红方啊又被打掉节奏，不然其实他刚想要开进去啊。是。第3回合要剩下来到最后倒数1分钟，红方可以多尝试的从肚子走啊，不然两个人都同时打头啊，那臂长哇，秀起来了。对，蓝方有回者突然给我一个秀起来了，直接来个飞踢哦。但看起来对黄俊纯的影响是没有到太大作用，但现在他必须要想办法有更积极的进攻哦。比赛要来到剩下最后的接近要进入最后倒数的30秒，哇，这个正拳又被抓了一个强毒啊，直接命中头部哦。那个头确实是喷掉了。好，那现在倒数之后确认没问题，比赛继续，但第3回合要剩下最后26秒了。哇，这个提击，来看游挥者持续的掌握了比赛的节奏。好，那比赛结束。现在双方在各自回到各自的角落，看得出来，确实蓝角的游挥者应该是胸有成竹啊。因为红方在第2回跟第3回都被各抓一次强毒啊，其实在分数上会影响非常大。对，哇，再来看一下这个回合两边的精彩表现，这个飞踢，这个飞踢算是蛮特别的。对，哇，重播了2次啊，有点那种大老鹰下降的感觉。对。哇，踢的真的是蛮帅的哇！再加上这个左边刺拳直接命中，把对方打到头都喷了。看一下裁判的判决是，应该是无悬念啊。是，毕竟抓了2个强毒，看能不能再为降龙总武拿下第2场胜利。是。宣判本场比赛结果3-0，蓝方胜。好，那确实没有悬念哦，恭喜蓝方来自降龙总武格斗中心的游挥者3-0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确实从一开赛就成功的掌控住了比赛的节奏。虽然说红方的黄俊纯开赛
相当的强势，不断的抢攻，但有辉者都能够拉开距离。刚刚第3回合更是上演了非常华丽漂亮的飞踢哦，确实。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也再次恭喜 DFA 降龙宗武格斗中心的有辉哲顺利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下一场是踢拳击项目60公斤男子组，蓝角代表熊派巴西柔术及综合格斗学院吴长甫，红角代表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温凯翔。好，接下来还是踢拳击的赛事，也一样是男子挑战组60公斤级。蓝角是由熊派巴西柔术及综合格斗学院的吴长甫要对上红角是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温凯翔。2个人在赛事经验就有落差了。那 TMMA 温凯翔就有参加过5场赛事啊，但熊派这位吴长甫的选手啊是没有参加任何赛事的经验。对，不过2位选手绰号都蛮有趣的哦。刚刚讲到吴长甫，虽然说没有比赛的经验，但他外号是猎人会长。我们今天第2个来自动漫猎人相关的绰号了，会长没有错，猎人会长哈。看各位把它列下来啊。对，那 TMMA 的温凯翔这里的外号更长一串哦，是月亮金牛客家人。感觉像是金牛座的客家人了。对，确实，就如字面上所述哦。那就来看2队这场比赛的较量的结果。月亮金牛客家人，如果这是朋友帮他取的，可能是在指他可能不太常请客哦。不行啊，这样子客家人还是有大方的。是，那再来看比赛的结果喽。那至于我们蓝角的吴长甫猎人会长，那么像尼特罗会长一样展现出来相当惊人的能力哦。好，现在比赛场边在进行裁判位置的调整。好，确认 OK 之后，比赛开始。前公主广播，请第20场拳击男子组75公斤16。哇！一开赛抓到空档就是补上头部拳击的进攻哦。哇，两边进攻都很强势。哇！一开赛不到10秒，两边攻势非常猛烈啊。对，不断的换拳，互相的踢击哦。就算蓝方没有赛事经验啊，也是不会畏惧啊。是。吴长甫跟温凯翔的对决。哇，这边是踢空哦。红方的场边教练啊，是给他说，你只要做 1-2 low key 啊，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啊，就可以控制住了。是，确实啊，有时候简单的技术就可以控制整个场面了。是。现在不断后手想要尝试攻击对方的头部哦，刚刚吴长甫的进攻。蓝方的熊派场边教练啊，一直不断的给他鼓励啊，情绪价值满啊。是。不断提醒他去做 1-2 的组合进攻哦。哦，这边下勾再接踢击。红方确实执行了场边教练的指令啊。是，现在哇，这个膝撞戳到横膈膜，蓝方有一点往下弯了。对，这个有膝撞的位置。哇，现在蓝方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啊。哇，这个膝攻，结果直接命中头部，逼到角落，持续的追击。不行的话，先爆啊！不然其实这样子不太好啊。对，比赛还在继续哦。哇，红方被抓了一个强毒啊！这边的强毒了。哇，刚刚吴长甫打到这边要来判毒了。红方刚刚原本有一个优势啊，但被蓝方反压啊，这就是格斗好看的地方啊！直接刺拳命中头部，将局势完全扭转过来。现在又持续将对方逼到角落，打出自信啊！现在整个一直碾压啊！哇，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哇，第一回合就可以这么精彩的吗？哇，非常好看啊！是，有来有往啊！所以啊，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啊，永远都有机会啊！是。会看到蓝方来自熊派巴西柔术及综合格斗学院的吴长甫哦。再来看一下刚刚这回合的精彩重播。哇，这边来到角落，一个后手直接命中头部，再接着的连拳。
哇，攻势相当的凌厉哦，这边是打到裁判直接叫停来读秒哦。哇，然后这边后手又有跟进。哇，这个确实手要抱好自己的头部啊，不然其实想要推的话是不太好的动作。是。哇，猎人会长就是不一样哦，我们尼特罗会长。果然还是证明了一件事，中二才会强。中二真的比较强。刚刚这个头部的攻击都非常的有效哦。好，那现在第2回合比赛即将开始。第2回合开始。哇，蓝方开始守肚子啊，非常好的尝试啊。是。哇，健身之后，红方在一个膝撞，想要把刚刚的膝撞的节奏把它打出来啊。是，这边上来一个正踢，没法踢中。哇，下勾拳挥空了，哇，这边变成反而自己又来到了围绳旁边，蓝方又会着持续的抢，吴昌富持续的抢攻，蓝方直接打了3颗后手啊，但动作太大。对，但持续进攻又把对手逼到了围绳上。哇，红方的后手直接跟上，招呼在蓝方下巴啊。吴昌富持续想要抢攻，但现在温凯翔有适时的反击哦，脚步的动作又有效的命中。哇，这继续来个膝撞。哇，刚刚感觉被撞到，那个声音突然闷了一下。是。哇，现在逼近，哦，感觉双方的体力都有所下滑了。没有错，哇，现在来逼到角落了，蓝方一直在抢外脚啊，是手后手。哇，现在正踢但被闪开，肚子要上去，对，但也没能命中。两边再回到比赛场中央，哇，看得出来吴昌富现在非常的喘哦，体力下滑很多。哇，几次内腿 low kick 的进攻，都没有体力，就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攻击啊。是，其实也是有效的。对，能够有效打击，对分数就会有优势哦。现在在逼到场边，手还是要拿起来，不然头部太容易被点到了。第2回合进入最后倒数。哇，这个时候只要戳中横膈膜1次，基本上就下课了。是。哇，这回第2回合结束。第2回合其实有点难讲啊，两边打得非常猛烈啊。对，而且看得出来，蓝方雄派巴西柔术及综合格斗学院的吴长甫体能的流失非常的大哦，现在是直接趴在了场边的围绳这边。刚刚比赛中也看得出来，非常的喘哦。其实，在第3回合，如果以两边这样的体力的话，其实在第3回合是很关键的。是。就第2回合来看，红方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温凯翔，有稍微将在第1回合有被判读的情况给稍微扭转回来哦，几次进攻是有效的。好，那现在助手退场，第3回合比赛也要开始。这样看起来确实又是比较难讲了，可能要来看第3回合的结果了。也就是我们的 final round 啊，是绝对不能留啦。哇，看在温凯翔很积极，不断的进攻。哇，温凯翔这个尝试非常好啊。哇，温凯翔一开始的攻势很凌厉啊，膝撞又命中哦，又一个膝撞。他右手，然后加左膝撞，其实这个交叉攻击是非常好的。哇，持续用哦。哇，有影响到呼吸，被抓了一个强度。蓝方啊，吴长甫啊，真的是应该有被影响到。哇，现在吴长甫的状况，哇，看起来非常的疲惫。应该确实是有被戳到横膈膜啊，心窝的部分啊。整个体力、呼吸啊都非常急促啊！现在看得出来，现在马上要来抓一个红方队友的膝撞，哇，你看，温凯翔不给机会，直接被收掉了。其实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啊！是，最后直接 TKO 了对手哦。哇，其实现在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的呼吸啊没办法调整了，是，整个人都瘫软了。
好险现场我们有专业的医护组啊，可以马上过去检查一下。裁判这里也当机立断哦，直接将这场比赛给喊停终止了。确实还是要以安全为主啊。对，刚刚应该确实整个往腹部的攻击受伤效果。再来看一下这个重播。哦，这回一开赛温凯翔积极的抢攻哦。哇，这个膝撞应该是确实影响到了吴长甫的呼吸哦。宣判本场比赛结果，在第3回合1分01秒。这边就看到再逼到旁边，哇，直接受不了倒下了。那所以最后就恭喜红方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温凯翔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哦，表现相当的精彩哦，在第1回合有被强势进攻还有判读的情况之下，最后成功的扭转这个颓势哦。真的这场也是啊，在全面啊，一开始啊双方都有优势啊，但最后还是被温凯翔啊抓到一个心窝的攻击啊，是直接让对方啊受不了。哇，成功击败了猎人会长啊！哇，是蚁王啊！这次恭喜温凯翔成功拿下比赛的胜利。真的，刚刚第3回合一开赛的表现就非常的精彩哦，确实有掌握住。因为其实第2回合打完可以看得出来，吴长甫的呼吸就有稍微比较困难，看得出来体力流失了很多。那温凯翔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哦。拳击项目80公斤男子组，蓝角代表野人格斗体适能王凯文，红角代表拼人面健身陈宏兴。继续，接下来是男子要来看到拳击的比赛项目哦，男子80公斤级，蓝角的是野人格斗体适能的王凯文，那红角是 King 人面健身的陈宏兴。这场重量级的对决绝对非常精彩、80公斤级的赛事哦。那双方也都是有比赛的经验哦。他们的拳龄啊，其实也非常相近啊。King 人面的选手啊是5年，是野人格斗是3年，是。就看我们 King 人面外号 AD 对上我们野人格斗外号温柔野兽。温柔野兽。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对。好，现在比赛开始。红角 King 人面的陈宏兴对上蓝角野人格斗体适能的王凯文。男子全职挑战组80公斤级的赛事，但不要忘记他面对的是温柔野兽啊，他一开始先温柔啊，对，现在可能会猛烈攻击啊，找到机会野兽会爆发哦。看出来红角陈宏兴比较积极的抢攻哦，一直用刺拳来控制距离啊，是。怎么看？双方的距离不断的去在掌握。哦，现在逼到角落了。可惜又被走出来了。是。两边一开始的防守感觉都做得比较扎实哦。这个头部的防御做得相当的不错，不断刺拳，这边逼到角落了。其实应该可以多尝试头跟肚子的交叉变打，不然一直往头，蛮危险的。被对手抓到外角拳，可能就比较有劣势。是。我这边确实有尝试要改往腹部的进攻，但没有太好的机会。两边距离还是稍微拉得比较开了一些哦。不断的用前手的刺拳来去做试探，找到更好的进攻机会。温柔野兽还是要有一些攻击啊，是，不然其实在等待的话，就等到回合结束了。对，现在第1回合要来到最后20秒哦。哇，但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太多有效的打击命中哦。哇，不断闪躲刚刚这个摇场闪跳。确实执行了场边教练给的指令啊。是。哇，这边来个 hook shot， 但自己反而重心不稳跌倒。对，太 full power 了。好，那现在第1回合比赛结束，感觉不管是蓝角的王凯文还是红角的陈宏兴哦，现在一开赛都没有办法太有效的来抓到对方的空隙啊。但在目前第1回合 King 人面的陈宏兴啊 ，AD 啊，还是掌控了这回合的节奏，因为他一直用刺拳来控制对手，让对方啊也抓不到一个好的距离可以做打击。对，再看到这个刚刚这回合比赛的重播哦。
两边在防御跟闪躲上面都做得还不错，所以没有太多一些有效进攻。那刚刚这个应该是就是跌倒，并不是被击倒。没错，毕竟这是重量级的赛事啊，对通常被抓到一颗啊，基本上就是下课。确实，所以通常这种量级越高，其实双方看起来是会更加的谨慎。没错。好，那现在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红角 Kinderman 健身的陈宏鑫对上蓝角野人格斗体适能的王凯文。看一下王凯文，外号温柔野兽哦。现在能不能把野兽这边给爆发出来？哇，现在确实第二回合两边的进攻都积极的更多。温柔野兽不能再等啦，陈宏鑫已经掌控了这个节奏、啊。对，他刚打还有稍微露出笑容哦，非常的有自信哦。哇，几次左右两边的连拳，其实温柔野兽开进去是可以给他一点压迫啊，就算没有有效的攻击，也是会有点改变这个局势啊。是。陈宏鑫现在感觉脚步相当的灵活、哦，几次的反击都能够有效的打中哦。哇，蓝方王凯文一直抓不到节奏啊。是。哇，感觉有点软脚啊。对，又是一个重心不稳哦。哇，这边抓到空隙，连续命中头部，可能会被抓到一个强毒啊。是，直接打穿了对手防守的空档哦。再接了 body shot， 哇！陈宏鑫连续的攻击，温柔野兽不能站着当沙包啊，一定要走哇！啊！下面打到场边了，直接被抓了一个强毒啊！是。红方陈宏鑫确实啊，控制距离，可能控制节奏啊，一直非常好，让温柔野兽抓不到自己主要的攻击的节奏。对。好，那在5秒之后比赛继续，但感觉陈宏鑫还是不断的打穿了他防守的空档哦。一拳又一拳刺穿了他的防守，哇！这个正拳后手的攻击往头部的进攻，南方要破势啊，不能一直当沙包啊！哇，这边回空，但一个刺拳又被打中头部，哇，鼻子有点红掉了。是。哇！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一回合红方 Kinderman 健身的陈宏鑫。攻势非常的凌厉哦。对啊，打着王凯文整个脸啊都是红的，连鼻子啊非常的红啊。再来看一下刚刚这个重播，对，确实打到对方有点软脚了。看来整个进攻是非常有效的。哇，就是这里完全不留情面，已经站着当沙包了。一拳又一拳刺进，穿过他的防守阵型哦，打在了头上。哇，这边。而且应该是打到有流血了，应该是有些出血的状况。刚刚看到蓝角野人格斗体适能的王凯文身上是有血迹的。来自 Kinderman 健身的 AD 啊，确实啊，打了组合拳啊，1 2上勾，1 2 body 啊，都执行得非常好。是。现在比赛要来到最后第3回合，来看我们野人格斗体适能的温柔野兽王凯文哦。能不能在最后一回合有效的来逆转目前的劣势？哇，现在一开赛很凌厉的进攻，但陈宏鑫感觉一样的比赛策略。哇，上勾再打个 hook 啊！红方陈宏鑫执行战术非常的准确啊。是。温柔野兽还是要破势啊，有尝试就有机会啊。对。现在是在落后情况之下，反而还是很被动，那就真的比较没办法哦。陈宏鑫会用 long guard 的架势啊，把对手控制在外面啊，是打出后手。哇，关到身边了吗？我就被绕出来了。对，可惜啊。陈宏鑫目前优势还是多了一些哦，其实后退之余不断在接进攻。哇，当然看得出来，陈宏鑫现在脚步变慢了。王凯文的机会来了吗？哇，但这里还是没有办法。千万不要放掉这个机会啊！关起来就对了。对，现在尝试要来body shot的进攻，但自己的出拳速度也变慢了。王凯文。现在看第3回合来到最后倒数的40秒。哇，陈宏鑫的 long guard 再加个后手啊，真的距离非常好啊。
这个后手接打续的完攻击，后手打上勾，角度非常刁钻啊。黄凯文看能不能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了。现在比赛时间要进入到最后20秒，来到角落，能不能来持续给予强烈结果？结果被绕开了。哇，陈鸿兴脚步还是很灵活。这只温柔野兽要爆发了，不能太温柔啊！是。哇，最后的10秒，最后的机会。哇，这边有个后手强势的进攻，哇，又闪掉了。陈鸿兴真的是后手怎么打怎么中啊！对，比赛结束。现在来看，哇，两边体能消耗真的都很大哦。虽然说 Kinderman 健身的陈鸿兴感觉不断强势进攻，但其实我们这边场边看跟刚刚画面看起来，他一下场整个嘴唇是发白的哦。没错，很累啊，这个运动非常的消耗体能啊。再来看一下刚刚这回合的精彩重播，又是这样不断的 one two punch 啊，前手后手交互的运用，哇，都直接往头部瞄准，都能够打穿王凯文的防守。对，那最后就是由红方 Kinderman 健身的陈鸿兴3-0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没有错，毫无悬念啊，因为温柔野兽真的太温柔了。对，我们南方的王凯文没有办法将自己野兽的那一面给爆发出来哦，稍微比较可惜的一些，但也必须说陈鸿兴这场比赛的表现真的相当的精彩，也再次恭喜他成功击败了对手来取胜哦。那这边也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欣赏我们这个T1踢拳拳击的积分邀请赛哦，可以透过我们的立技风 YT 频道跟 HubSpot 和动姿 Sports 的官方 YouTube 频道都可以来收看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要由我主播林志儒跟我们的赛评卢胜文文哥来继续为大家带来讲评。转播的工作，如果线上观众啊有兴趣想参赛啊，可以 IG 搜寻我们 Keep Boxing 啊，台湾踢拳协会啊，就可以一直 follow 到我们的一些赛事资讯啊。对，真的非常的精彩哦。那当然，如果您刚好也是居住在双北地区，距离不远的话，也欢迎来到我们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3重馆。哇，这个现场欣赏这个张力会真的绝对比直播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非常热血。好啊，那继续要来进行到是拳击赛事，男子挑战组75公斤级的拳击赛，红角是五甲综合武术的徐佑安对上蓝角黑后健身格斗运动馆的吴敏修。哇，蓝方一开始进来就非常猛烈啊！这边看得出来，哇，红方一个后手让蓝方直接有点晕了，他应该是晕了。对，现在直接逼到角落。对，不过现在哇恢复了，吴敏修恢复之后，马上又来连续2拳再逼对手后退哦。哇，恢复非常快啊！蓝方吴敏修确实要赶快恢复啊。是。哇，这边拔了出来进攻。这边许欧安是要尝试来继续攻击头部哦。哇，这边刺拳也有效打中哦！哇，这个后手命中！哇，打了蓝方打到笑了。对，真的是恢复之后又不一样了。我这边动作稍微比较大哦，所以并没有办法太有效的命中。对，吴敏修打一颗拳的时候，后面那只手会往后拉，是不太好。哇，百拳命中，再一个好归不太好，但还是可以中啊。是。两边再拉开距离，哇，吴敏修刚刚尝试非常好啊，有把优势拉回来啊。是。这边又是一个左边的 hook， 哇 ，body shot 又有命中哦。红方徐佑安要赶快再抓一些节奏啊。刺拳的交互的刺探运用，这边刚吴敏修手后退成功闪开哦。对，就你进一波，我进一波啊，其实这样的距离啊都不好抓啊。是。场边红方的教练是不断提醒许佑安要来刺进去哦，但以目前来看，吴敏修的防守算是做得相当不错，后续的反击也都很到位哦。
红方感觉臂长会稍微长一点，应该控制一下距离。对，现在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看得出来双方的身高是有一些差距的。徐佑安在身高上占有优势的。徐佑安应该可以多尝试一些远距离的打法，不然蓝方啊一开始其实已经被击倒了，就是有点晕的感觉，但又被他恢复了。对，就是这一拳。这边稍微脚步有踉跄一下，但吴敏修是马上恢复，持续做更加强势的进攻，将对手给逼到角落，一阵连拳哦。那一波确实有把他扳回来啊。现在这场有红方武甲总和武术的许佑安对上蓝方黑后健身格斗运动馆吴敏修的对决。但确实看得出来，许佑安身高比较高的情况之下，以身材来说，其实是吴敏修比较壮一些哦，可能在拳的破坏力上面就可能会有一点点落差。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我直接飞进来打了，吴敏修直接跳起来打了，应该也没他也没那么高吧？是。持续来找最好的时机。哇，现在吴敏修身体压得更低了，想要尝试。哇，这个要小心啊！对，这个要小心啊。对，这边裁判也提醒了吴敏修，头必须要稍微抬起来。刚刚是确实压得有点太低的情况。哇，往上，哦哟，重心不稳，跌倒，是，不是击倒，水湾跌倒的情况。对。好，那比赛继续。蓝方现在会往前突进啊，红方应该重心往下压一点，才不会容易跌倒。哇，这个罗琳就做得不错。对。后续再闪出了角落，回到比赛场中央。哇，这个往前跑带一个刺拳其实蛮危险的，对，很容易被抓迎击啊。刚刚那个空隙其实很大哦，但吴敏修没有成功的打出反击。哇，现在这样逼到角落围城旁边了，持续的追击，应该不要跑啊，抱着就可以啊。对，哇，小心啊！哇，其实这样子跑的话蛮累的，对于徐佑安的体力会影响很大。对，其实。就像文哥刚讲到的，跟借由抱住对方，哇，这个把一下，哇，徐佑安感觉有点无法招架。是，吴敏修持续要抢进，哇，几次进攻非常的主动凌厉。刺拳，哇，整个重心往前压在对手身上啊！徐佑安要赶快控制一下自己的重心啊！好，现在第二回合最后倒数阶段了。哇，现在吴敏修已经有点抓到自己的打的节奏啊！哇，第二回合比赛结束，感觉第二回合蓝角代表来自黑后健身格斗运动馆的吴敏修，有成功抓到比赛的局势，而且哇，看起来状况 OK 哦。教练想要让他喝水，他直接摇头说：“哦，不用，不需要。”感觉有点像第一回合他被打到那一拳被开机了，对，反而那是一个开关啊，那一拳把他给打醒了。真的啊，整个这样子搞得对手抓不到节奏啊。确实，在内下面命中，整个脚步踉跄之后，表现完全不一样。就看我们红方选手的徐佑安可不可以在下一回合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是再把一些优势给抓回来。助手退。好，现在这场比赛的第3回合最后一回合即将开始哦。比赛开始。哇，吴敏修一开赛直接 overhand 直接丢过去啊，还笑了。对，打到笑出来了。哇，徐佑安也是不遑多让啊。对，哇，这边刺拳，没错啊，用刺往前冲也是危险啊。这动作太大了。以他的手背比较强的优势的情况之下，刚刚这种太大动作反而会露出蛮大的空隙哦。哇，如果被吴敏修抓到啊，其实很可怕啊。对。好，现在双方节奏稍微再缓一下。哇，吴敏修做了个趴 hook 啊，往前跳的 hook 啊，是。
真的是很多不一样的打法，搞得徐佑安可能不太好去招架。对，不断的施加压力在对手身上哦。但双方试探没有太好的空隙，有一个 hook， 哇，巴里西亚又命中。Level change 的吴敏修这样攻击是非常好的。哇，徐佑安感觉体力有下滑蛮多喽。哇，场边再抱在一起，裁判再将两人给分开。吴敏修边打边笑啊，你看打拳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啊。有没有机会给他抓下来呢？哇，吴敏修 1-1-2，level change。对，这里反击也都有效命中。哦，这边低头闪开，徐佑安非常漂亮啊，这个闪躲。但以目前的状况，以出拳跟整个进攻局势，吴敏修还是稍比较占优势哦。红方教练不断提醒要压上去喽，又快没时间了。最后10秒，没有机会啊！哇，这边跳起来打，但是这边抱住，这样时间会被拖掉哦。哇，这边推开，再马上挥了一下。好，那现在比赛时间结束。比赛结束。哇，感觉蓝角黑后健身格斗运动馆的吴敏修，哇，打到后面真的是边打边笑，非常享受整个比赛哦。没错。享受就是关键呐，你越享受啊，你越开心啊，就算是输了也无所谓啊。是。现在就要来看裁判的判决，再透过重播来看一下第3回合两位选手的表现。红方都会比较往前的突进啊，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对方都没办法抓到，也是一个安全的守则啊。好，那现在裁判马上就要来宣判这场比赛的结果。宣判本场比赛结果3-0，蓝方胜。好，那最后是3-0，蓝方来自黑后健身格斗运动馆的吴敏修顺利的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哇，也确实在一开赛被扎实的打中头部一拳，脚步一个踉跄之后，完全爆发出来啊！对。最后胜利是以3-0，我们恭喜吴敏修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下一场是拳击项目75公斤男子组，蓝角代表 Home Boxing 吴杰恩。红角代表巨杀拳击队潘冠成。好，那现在继续来进行的也是拳击项目挑战组男子75公斤级，蓝角代表是来自 Home Boxing 的吴杰恩，红角代表是巨杀拳击队的潘冠成。哇，两位选手啊的身材啊落差很大，是蓝方有点壮硕啊，红方就略显一筹啊。就是略输一筹啊，这个等一下又是一个非常重炮的攻击啊。是。不过双方其实都是有比赛经验的。但红巴斯的吴杰恩啊是有1胜的经验，是。那就看这一次红方可不可以扳回来。哦，对，一开赛感觉是红方的潘冠成稍微比较主动的积极进攻哦，想要先主导啊。哦，这边晋升之后不断的换拳。哇，红方的潘冠成确实啊想要主导这个赛事啊，整个回合啊他都在主动攻击。哇，这边被后手抓到了。可是，哇，好秀，好秀，好秀！蓝方这个转身移走，我以为他跌倒了。对，吴杰恩刚刚的闪躲很秀啊，看起来脚步非常的灵活哦。蓝方来自 Home Boxing 的吴杰恩，哇，现在闪躲都成功躲掉。这边潘冠成想要积极的尝试进攻，但目前看起来有命中头部，但效果并没有到太明显的进攻成效。
红方尝试的攻击其实都蛮有用的，是，都会想要用前手去把他的手拨下来再进行攻击啊。哦，两边不断激烈换拳，哇，刚刚我命中头部。哇，红方其实打得非常的准确啊，是，都有敲到对方的脸。看得出来技术是相当的纯熟哦，打击相当的精准。好，现在第一回合剩下大概剩下20秒时间。哇，这个后手有命中啊！蓝方攻击一个后手啊，打得非常好。在一个下勾拳打哇，穿对蓝方这一方的防守。波确实有影响红方啊。好，现在第一回合要进入最后倒数。哇，再一个勾拳，现在两边纠缠在一起，距离现在再度拉开。那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哇，第一回合在后面啊，两边啊都有来有往啊，互相有优势啊。其实很难讲第一回合谁的优势比较多啊。目前看起来红角来自巨鲨拳击队的潘冠成哦，整个技术相当的纯熟，几次不同角度变换的攻击。但蓝角这里的吴坚，哇，就是刚刚这个闪躲，脚步很灵活啊，非常帅气的躲开哦。来自巨鲨的潘冠成啊，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啊，他因为毕竟外号是保全啊，调通保全、啊，调通保全，感觉就很安全了、啊。对，在调通这里哦。感觉那边的治安是他在维护的。对，同时他是有参加锦标杯格斗赛哦，那所以应该是警戒的人士哦。做手退。锦标杯那应该顾名思义不是警察就是消防员哦。他在维护我们台湾的安全。对。好，那现在第二回合比赛继续。来看双方的彼此的进攻策略会不会有所改变哦？因为刚刚第一回合看起来真的是势均力敌哦。我们潘冠成 hook 连续2颗 cross 都有命中哦。好，现在双方距离稍微拉开一些，不断的试探。这边吴杰恩主动上前去做进攻，哇，不断的连拳逼到威生旁边，但潘冠成硬是顶得出去哦。吴杰恩这个压迫尝试的非常好，哇，这个 body shot， 哇，这边后手会反击有命中，这边再逼到威生旁边，潘冠成，哇，这边逼到角落，开始要进行一连串的猛击了吗？但反而是吴坚反过来把他逼到角落，但这边低头闪掉之后，残暴再回到了比赛中央。第二回合要来到剩下最后倒数不到1分钟的时间。哇，两个人在慢慢的想一下自己要打上什么技术啊。对，现在节奏突然又缓了下来哦，双方在不断的去做试探。对，蓝角这个提醒要出拳哦。红方压力有点太低了，是已经被裁判警告了。好，刺拳的进攻。哇，再换后手，哇，这边下勾拳被挡掉，哇，这边勾拳在挥空了，上来后手进攻，哇，现在逼近双方在情报在一起再分开，哇，再逼到另外红方角落，哇，刚刚的勾拳是有命中头部的潘冠成的攻击，原本是吴杰恩掌控优势啊，结果被潘冠成反击了、啊。对，现在第二回合之后进入最后倒数，哇。这一回合也是很难讲啊。对，现在铃声响起，第二回合比赛结束。哇，刚刚潘冠成的反击拳做得很漂亮哦，连续2、3颗打在别人脸上啊，被逼到了自己的红色角落这边。原本以为会是吴杰恩要来一连串的猛攻，但潘冠成直接回了勾拳，都连续打中了对方的头部哦。哇，这2回合真的是非常精彩啊！两方的攻势啊，有来有往。是。就看第3回合，场边教练给予的指令是否选手都可以执行的出来啊。是。真的非常刺激的较量哦。
看来也是要来到第3回合才能够有效的分出胜负哦。巨鲨拳击队的潘冠成对上 Home Boxing 的吴杰恩，第3回合开始。哇，开赛两人马上近身，不断的换拳。哇，这边侧身。两边距离都没有很好啊，所以都已经打超过了这个范围啊。哇，现在在纠缠在一起，两边教练团不断在讲哦，要把距离控制好哦，要持续保持移动。对，现在第3回合，哇，刚刚这边吴杰恩的闪身再度拉开距离，哇，还有办法来做跳一跳的动作。他应该是想要重新掌控一下节奏，哇，对，这个太低了，而且对手是危险的。背身是裁判会做出警告。比赛继续，第3回合要即将进入最后的倒数1分钟。哦，潘冠成刚刚开出去 1, 2， 都有砸在对方脸上。是。哇，这边反击又打中。潘冠成打的反击非常好啊。是。第3回合剩下最后即将进入最后40秒哦。哇，这个闪避后，哇，这边想要用下勾拳来打破潘冠成的防守，但没有太大的奏效。哇，不过这个后手的重拳，吴杰恩突然猛起来了。对，不断的猛攻哦。第3回合要进入最后的倒数20秒。哇，两个人突然安静了下来。对，现在可能要注意一下时间哦，可能要稍作喘息，要拼最后的倒数阶段，最后10秒了。这边还是要不断的出拳哦。哇，这边哇，这个手肘要小心。对，刚手削中对方身体哦。那第3回合比赛也结束。哇，就最后可能就要来看判定上面哦。感觉第3回合一阵猛攻之后，双方突然体力都急速流失的状况下，都突然慢了下来。3个回合打的模式都雷同啊，其实很难判啊。对，再来看一下这回合两边精彩的表现。几次的反击哦，其实双方不管是吴杰恩还是潘冠成，反击的 timing 都能够有效抓中对手。那就来看裁判的判决啊。他们最怕就是加赛。好，来看等待裁判最后判决结果。侦判本场比过2比1，蓝方胜。哦，最后是2比1，由蓝方来自 Home Boxing 的吴杰恩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哦。但还是要感谢潘冠成啊，因为毕竟我们台湾的安全是来守护的。是。而且，以红方巨鲨拳击队的潘冠成当中有展现出来，就像刚刚文哥有提到，几次反击的 timing 其实都抓得很好，然后反击都打得蛮漂亮的。他的反击拳抓得非常精准。对，但吴杰恩从一开赛看出来，整个脚步比较灵活，攻势也比较主动凌厉的情况之下，最后还是恭喜 Home Boxing 的吴杰恩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拳击项目71公斤男子组，蓝角代表 MMA Class。柯胜杰，红角代表 Fight Club 林一泽。接下来要继续进行的也是拳击项目，男子挑战组71公斤级，蓝角是 MMA Class 的柯胜杰对上红角 Fight Club 的林一泽。哇，两个人的拳龄落差非常大，因为林一泽有2年的拳击经验，但柯胜杰只有11个月，1年不到。是。这边两人的绰号感觉也是蛮有趣的哦。Fight Club 的林一泽外号叫逆蝶，哦，蝴蝶的蝶哦。柯胜杰这也是 Mid Range Killer， 是中距离杀手的概念哦。代表他等一下一定会打出非常好的中距技术啊。是。好，那现在比赛开始。铁路组广播，请第24场踢拳击。哇，一开始是不断刺拳的试探，我都没办法，两边闪躲都躲得蛮漂亮的，都没办法有效的命中。哇，这边第一拳刺拳打中了。
哇，这边柯胜杰是被逼到角落了，红方的压迫性哇，非常这个后手强啊！打得相当的强力，哇，红方防御闪带打是非常好啊。对，而且这个后手的大炮挥出去力道非常的强劲哦。这边就来看柯胜杰能不能持续的来掌控住他的距离哦。哇，这边刺拳是有命中的。哇，蓝方中距离杀手啊，目前还没掌握到啊。对，红方就像一个猎物啊，是，就是等着要去狩猎啊。他的眼神狠狠的锁定住对手的感觉哦。林怡哲现在又要觉得比较早哦，这边转开了，看起来哇，这个后方摆手打到头部。这边红角的教练团叫他要持续往前哦。哇，林怡哲稳稳的、站在原地啊，重心非常好啊，是随便打个 hook cross 啊，都可以把对方打飞啊。第一回合剩下最后不到30秒的时间，那边 cast 的柯胜杰，哇，这边成功进攻之后再拉开距离。但目前来看 ，Fly Cup 的林怡哲防守状况也很不错，都能够确实挡下。现在晋升，第一回合进入最后倒数。哦，蓝方有慢慢的抓到中距离的节奏哦。是。控制哇，第一回结束。对，现在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哦。讲到这所谓的中距离主要来进攻的选手，通常这样子的选手会有什么样的特性？哦，通常他会用距离，然后进退来骗对方来掉入他的陷阱。是，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啊，有时候啊，他的距离不一定是他的。让你真正以为你一定可以打得到哦，对，了所以解了解。你可能往前跑，他就退了，然后他突然打一颗，其实不好抓啊。是。但如果建议的话，是可以压制一下，让他不要觉得他可以这么的随性都可以打。然后让他掌握他自己的节奏。确实，那就以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来看，红角 Fly Cup 的林怡哲哦，确实是有成功掌握住这样的特性哦。其实感觉得出来，柯胜杰没有办法太有效的去拉到自己喜欢的位置。那现在第二回合比赛开始，林怡哲选手啊，就感觉想要稳稳的、直接开一个大的。对。有没有？蓝方就是会进退，是，就是中距离的表现啊。对，确实不断的点一下，哦哟！但进去就是红方的表现舞台啦。对，一拉进离着，马上很猛烈的进攻哦。他只要抓到蓝方跳进来，就可以直接连环攻击啊。哇，这边哇，中距离确实表现得很好啊。对，柯胜杰现在要想办法把自己擅长的比赛风格给打出来哦，不断的去进逼对手。林怡哲这里持续找寻反击的机会，但也被逼到角落了，也不能等太久啊。红方林怡哲要主动攻击啊。是，哇，现在被逼进角落了。柯胜杰能不能持续来有效进攻？哇，现在对手逼到角落，不断的挥击。继续再稍微拉开，两方选手都会进退来骗对手的动作出来，再做一个主要攻击啊！哇，刚刚这个后手距离没算好啊，对，被挥了 hook 啊。然后柯胜杰持续第一步，如果让他踩进去之后，刺拳就会跟着出来了。林怡哲选手啊，要想办法抓几波优势啊。是，可能看能不能再像第一回合比较强势的脚步踩进去，来主动做进攻哦。没错，进来就直接打啊，往身体会更好。是。哇，这个后手进攻，有效的反击。哇，刚刚这个低头闪躲之后，立刻补上一个后手的勾拳哦，做得相当不错哦。红角 Fly Cup 的林怡哲，还有抓到一些他自己的节奏啊，但对方啊真的也是速度太快了，有时候会挥空啊。
第2回合比赛结束，感觉这一回合蓝角 MMA Class 的柯胜杰有开始主要的展现出来他擅长的比赛风格哦，这个节奏是他喜欢的。再来看一下这回合两边精彩表现重播、确实林一泽被逼近，其实想要反击，反而都被柯胜杰会给成功闪掉了。没错，那中距离的控制距离啊，那个节奏啊跟速度啊都非常好。入手对。但林一泽啊，只要到近距离啊，他就不会错失这次的机会啊。现在比赛第3回合开始，这场蓝角 MMA Class 柯胜杰对上红角 Fight Cup 林一泽的比赛来到最后一回合。这边看起来林一泽这回合一开始稍微比较积极了一些哦。哇，柯胜杰，这边这个动作稍微被遭裁判来警告的、因为对手跌倒其实是不能再主动攻击啊，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是。但没关系，我们比赛继续，只是被警告一下。是因为刚刚柯胜杰确实是有跌倒的状况，那起身那一瞬间，林一泽是直接补上一个勾拳。哇，这边逼到围城旁边了。哇，这边不是裁判没有喊声啊？怎么可以在台上聊天啊？要不要换个 IG 啊？太夸张了。这边裁判其实没有。林一泽抓到他的距离只有2颗 hook 啊，招呼在对方脸上啊。这边刚刚裁判并没有判决哦，选手不能有主动去疑问哦，要持续专注在比赛当中啊，这不是你自己练习赛喊哦，要看裁判哦。柯胜杰要稳啊，节奏被打乱了，是被林一泽抓了啊，哇，又来一个。这个后手攻击现在逼到角落，在起爆之后。好，这边裁判有做出了制止哦，对吧？两边选手，参赛选手还是要主要听场上裁判的指令啊。对。哇，刚刚红方林一泽 overhand 砸在柯胜杰脸上啊。是。哇，这边这个反击最后又抱在一起，想要注意时间哦，第3回合来到最后倒数10秒了。哇，柯胜杰相当强势的进攻近身，但现在没有办法做到太有效的打击。比赛现在铃响，时间到点。后半段林一泽整个掌控节奏啊。是。但我还是匪夷所思啊，刚为什么要聊天呢？对，刚刚感觉双方对于一些判决，觉得裁判该喊没有喊，反而去跟裁判做沟通，但那其实是在比赛进行当中哦。但没办法，我们这是挑战算素人。那可能会有一些规则不太理解啊。对。刚刚甚至还有说，这个动作利用干嘛？说没有吧。突然聊天了。裁判是并没有去来做任何的判决的动作，所以其实还是要立刻回到比赛状况中才对。刚刚我们2个主播也吓到啊，就是想说怎么聊天。是。现在要来看最后比赛裁判的结果的判决。本场比赛结果2比1，蓝方胜。好，最后是2比1，由蓝方来自 MMA Class 的柯胜杰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果然是中距离杀手啊！对，在比赛从第2回合后半开始到第3回合的前段哦，确实有打出了他擅长的比赛风格，距离上面的压制。那林一泽稍微可惜了一些，刚最后来把握机会的反攻，但是没有办法来扭转颓势哦。没有错。那也再次恭喜蓝方来自 MMA Class 的柯胜杰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下一场是拳击项目71公斤男子组，蓝角代表全来野黄正勋，红角代表5 Club 黄伟志。那接下来要进行的一样是拳击项目，挑战组男子71公斤级，蓝角的是全来野的黄正勋，要对上红角也是来自 Fight Cup 的黄伟志。就看黄伟志选手可不可以为他的训练好友报仇啦。是。
两个人全龄啊，来自 FICA 王伟志啊是1年，是全来野的黄正勋啊是2年。那 FICA 黄伟志呢是无赛事经验，全来野黄正勋啊是有1场赛事经验。是。好，现在比赛开始。铁路主广播，请第25场黄伟志对上黄正勋的比赛。黄正天到铁路主报道。一开赛两边，哇，现在这边进攻相当的积极。蓝方黄正勋直接招呼在红方脸上啊，那一颗是有喷掉了。是。不过目前看起来，黄伟志身体的状况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哦，脚步还是很灵活快速。几次前手的刺拳都没有收到太好的效果。哇，这个刺拳有命中头部。哇，蓝方都想要丢大颗的。对，刚刚这个动作很大哦，但是挥空哦。红方感觉有点打不动啊，是，应该可以往身体尝试看看。对，刚刚几次的正中间往头部都有被挡下来哦。对，但双方都是不断的在保持脚步的移动，想要找到更好的位置跟距离。哇，这边又挥空。哇，蓝方的距离可能还没抓到，需要再多尝试一下。啊，第一回合现在要来进入最后倒数的30秒。哇，刚刚是有命中啊！红方那一颗后手直接打在他下巴上啊！哇，命中之后就把距离拉开哦。毕竟还有2回合啊。是，现在第一回合进入最后倒数。你看双方，哇，又挥空，刺拳又有命中头部。哎。时间还没到点哦，这个要听铃声哦。哇，没事，大家，我们这是挑战组，有时候还是要一些经验啊。对，连续2场比赛发生了一些让人觉得比较逗趣的情况哦。自己结束啊？对，这不是你喊的算哦，要听钟声、听裁判的，那也蛮有趣的，但至少看得出来。身体的状况应该还是蛮 OK 的，我自己也笑了出来。我刚刚红方 Fight Cup 的黄伟志，就是这个动作，自己回头，刚刚不知道收音有没有收到，我们还听到他 A 了一下。在第2回合蓝方啊，应该可以再抓一下打的距离啊，是，因为他在第1回合有挥空了好几波啊，其实这个影响体力会非常大。是。这边就来看蓝方全来野的黄正勋在第2回合能不能有所调整刚刚的比赛状况。就是其实我们比赛中有不断提到，这个拳击在这1回合2分钟，这是完全无氧的状态啊。你每一个动作对于你体力都是非常大的消耗。对，然后重点是你的脚步要一直动啊，毕竟啊，拳击的灵魂是什么？脚步啊，是脚步一定要动起来啊。对。现在第2回合比赛开始。场由蓝方全来野的黄正勋对上红方 Fight Cup 的黄伟志。黄伟志不断的前手刺拳的做试探哦。刚接了后手的挥击，但是被闪掉了。哦，蓝方想要近身走个角度，但动作太大被发现了。对。第2回合目前双方都并没有办法太有效的来命中对手哦。黄正勋一个踩前脚突进的刺拳，其实都蛮有效的，可以多尝试啊。是。哇，这边在接后手的进攻，但并没有办法有效打中。不断的刺拳做试探哦，两边脚步不断的变化。2个人距离都没有抓到很好啊。是。都摸空啊。哇，这边近身的机会。哇。但最后还是分开哦，也没有太多有效的命中。目前已经过了1分半了，但还是没有太明显的优势是哪一方啊？对。感觉这个回合都摸不太到对手哦。
可以尝试多往肚子走啊。大家是两方都打头，其实大家都知道啊。第二回合现在要剩最后的20秒，双方距离不断试探。哇，刚刚这一下可惜没打到头啊。对，哇，动作很大哦，黄正勋刚刚挥拳的动作，但并没有办法有效命中，空隙这边黄伟志也没有把握住。哇，蓝方一直丢大颗的拳挥空，其实真的很累啊。是，那现在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一回合就比较难讲了，因为两边的优势都没有很明显。是。这一回合变成双方在场中央互相试探来试探去的动作比较多，就像这边几次进攻能够有效打中的次数跟第一回合相比是少了很多。没错，确实是。但等一下再看最后一回合，谁可以抓到一个有效的攻击距离，就可以直接把它抓下来。不知道是不是两位选手在第二回合有稍微想要把力气留在最后一回合哦，都稍微比较保守了一点。没错，有时候在第二回合啊，不能太保守啊。第二回合就是要抓一些优势啊，对，不然第三回合其实已经很累了。那就来看现在最后一回合喽，黄正勋跟黄伟志的比赛。第三回合开始。第三回合开始。哦，蓝方黄正勋有抓到那个后手距离哦。这边动作还是比较大一些。两边都提醒不能再退了，要持续的想办法积极往前去做进攻。双方都可以尝试再多采取半步，应该会更有效。对，而且就像刚刚文哥有讲到，现在感觉两边都是针对头部在做进攻哦，可能要稍微换一下攻击的位置。毕竟第三回合如果还是这样子的打法的话，很难判定啊。是。感觉对手也都知道你要往哪边打了。目前这场比赛看起来确实针对腹部是比较没有进攻的。哇，黄正勋刚刚那个刺拳有打到下巴喷掉了。是。黄伟志要赶快抓一下，不然其实这样子他会劣势啊。第三回合要来进入最后倒数45秒了，比赛时间哇，这边又命中头部。时间一点一滴的流失当中，其实黄正勋从第一回合到第三回合啊，他突进的刺拳都非常的准确啊。是。就来看谁能够。哇，又来一颗。对。哇，好用一直用啊！哇，又来一颗。哇，这一颗真的很好用啊！哦，又来一颗。哇，这次是命中了。哇，黄伟志要想办法解决这个技术啊。连闪2拳，闪不到第3拳哦。比赛要进入最后倒数10秒，这边 Fight Cup 的黄伟志要更加主动进攻，哇！但露出空档被抓到了，10秒钟不能等了啊！再等就对，哇，结束了，钟声响起，比赛结束。哇，蓝方这个突进的 jab 啊，真的非常准确啊！从第一回合、第三回合啊，都一回合最少都中4、5颗啊，是让黄伟志没办法去招架啊。但至少现在这场打完，双方选手看起来承受的伤害是应该还好啦，双方的身体状况是还 OK， 但累是一定的啦。但目前来看，双方的状态是都还 OK， 算是也是恭喜两位选手顺利健康完赛。本场比赛结果3比0，蓝方胜。那最后就是蓝方来自全来野的黄正勋3比0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哦，用突进刺拳啊，拿到盘上的分数啊。是。但两个人在3回合啊都试探太久了。对，这场比赛试探的多了一些，没有比较少一些有效的打击哦。但至少也可以说，全来野的黄志勋算是第一回合到第3回合都贯彻了他整个的比赛风格啊。
那也最后成功的收到效果，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再次恭喜来自全来野的黄正勋，成功的赢下比赛。下一场是踢拳击项目67公斤男子组，蓝角代表格斗杰森周维玉，红角代表 TMM 台北格斗运动馆俊宇。那接下来要继续进行到的是踢拳击项目，挑战组男子67公斤级的赛事，蓝角是格斗杰森的周维玉，红角是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蔡俊宇。哇，两方的指导教练啊，都是我们台湾现在非常有名的选手啊。TMMA 的指导教练是格斗踢拳选手啊，陈宇希；是格斗杰森是我们 MMA 职业选手胡杰善，是都是非常知名的教练啊。对，那现在比赛开始。哇，这个踢击，开赛的距离现在是稍微拉得开了一些些。哇，近身就是互相的踢腿哦。哇，又是我们正架对反架的，哇，结果好像踢到下裆啊，红方在，哇，蓝方没事啊。好，再稍微碰拳致意之后，比赛继续。哇，近身两边的踢击都会互相的抵消撞击哦，这个声音也是非常的响亮啊。哇，这个正反架对峙踢击真的是非常小心啊，都是往下裆的位置去踢啊，是，其实非常危险。哇，刚刚那个 low kick 感觉相当强力哦。两边在尝试要做后脚的进攻机会哦。现在双方都不断提醒不能退，然后持续的抢攻，现在逼到角落。哇，这边再被打退哦，双方距离再拉开。红方尝试很多不同的打法，有时候拳，有时候脚，有时候膝撞啊。哇，这个后手直接招在蓝方脸上啊！好，这边周维玉确实头部的挡住，想要尝试反击，但这边被打到，哇，不能直接自己暂停啊！是这个蓝方选手自己暂停，直接被打一个 hook 在脸上啊！他刚刚感觉是头套位置有点跑掉了，就遮挡到视线，但确实。其实自己暂停很危险啊，是不能有这样的动作的。裁判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判断的时候，你选手自己动作不能停下来哦。现在第一回合要进入最后倒数。最后钟声响起，铃声响起，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确实，刚刚蓝角格斗杰森的周维玉这个动作是比较危险一些哦，而且比较吃亏啊。对，直接被招呼了一个勾拳啊。再来看一下这回合两边比赛的片段的重播哦。哇，几次后手的攻击，哇，再配上膝撞，就像文哥刚刚讲到的，哇，就是这一下。可惜啊，被招呼了一个勾拳了。对，这个动作自己是稍微比较疏忽了，真的要再次提醒比赛的选手们，在比赛场上，你裁判没有做出任何的指示跟动作，那比赛就是继续的。没错，我们常常是不准聊天，不准自己结束，不准自己暂停，不能够自己去做出判决哦。连续3场都有一些很匪夷所思的动作，比较意外的小插曲啦。那现在，好，这边裁判在喊停，因为蓝方对蓝方其实在比赛的时候是有超重的，超重攻击，所以我们要扣1分。对对。那现在比赛继续，主要是刚刚这个判决应该是一开赛就要先讲，但是在第2回合补充来让大家知道这个状况。没错。哇，红方这个逼近角落了 ，1 2 knee，1 2 knee 其实很有效啊，因为蓝方已经弯下腰了。哇，再一个 high kick，哇，有戳中了。哇，
这边裁被判抢毒了。其实他的 1 2 knee，1 2 knee 是非常有效的。是。哇，刚刚蔡俊宇的攻击非常的凌厉哦。哇，又要一直用了。对，好用，一直用啊，又是膝撞。哇，这个后手的大炮。再扎了出去，哇！这边裁判要直接喊停了，比赛直接宣布结束哦。比赛结束。哇！最后红角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蔡俊宇，哇！刚刚这连续的 1 2 knee 的攻击真的很凶啊。对，他这个膝撞是非常有效果了。好，再来看一下这个重播。这个连续的膝撞进攻，哇，真的是打到对手给弯腰了，有点承受不住哦。膝撞再接后手正拳。在第二回合1分06秒，踢票技术击倒洪方胜。哦，那就恭喜红方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蔡俊宇，在第2回合技术击倒 TKO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刚刚中间那一连串的 1 2 knee 的攻势，非常的凶狠凌厉，也成功收到了效果。没错，打的啊，我们周维玉啊，真的是没办法，都已经弯下腰了，真没办法，这个是没办法控制的。对，这个招架不住哦。那当然，裁判也是当机立断啊，看到这种情况出现，立刻喊停了，以避免我们的选手在承受到更加严重的伤害哦。没错，毕竟虽然是比赛啊，但是还是以安全为前提。是。那再次恭喜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蔡俊宇，非常漂亮的胜利哦。好，那接下来要继续进行的又是踢拳击的赛事，挑战组男子67公斤级，要来看到红角是梁山伯武道馆的林伟成对上蓝角来自永春武学道馆的黄真天哦。不过林伟成这里在上午的体检也是有迟到的情况，所以是先扣了2分哦。这还是要告诉选手们啊，还要尊重主办方的所有的一切规范。是，这边裁判也是先宣判哦，我们林伟成。不然其实很吃亏啊。对，现在就直接先被扣2分，但我必须说，我非常喜欢他的裤子啊，飞天小女警啊，非常的抢眼这个造型。哇，假动作改前踢啊！哇，这边攻势很凌厉，就算我被扣分，我的，哇，他想要用击倒来追回来吗？是。在落后的分数一开始就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必须要更加积极的抢攻哦。哇，又是我们的正架打反架啊！哦，但蓝方选手感觉是双架啊。是，刚刚有换架的情况的感觉。哇，这边周浩翔来个膝撞，但没有命中。双方是暂停分开，就要持续比赛。哇，红方选手很喜欢做假动作啊。是，哇，现在逼到角落了，是不能抓进来撞的。是，哇，这个正踢
两边再稍微拉开距离，抓下节奏。红方林伟成真的是猛烈攻势啊，不然他被扣分，太吃亏了。对。好，这边挡下来，看能抓到进攻反击的空隙。别人也不断提醒，哇，这个正拳，哇，现在补上一个膝击。刚刚是偷中手肘吗？是，好像有看到。刚刚手挤了一下。对，但看起来对于选手的身体状况应该是还好，影响不大。但现在被逼到角落，围城旁边，再一个勾拳，再膝撞。第一回合进入最后的倒数，哇，刺拳闪开，假动作真的很多，哇，来个后手大动作的攻击，再补上一个膝撞，哇，这一次刚刚第一回合结束前这个膝撞应该是有收到效果。对，但南方选手刚刚在被打的时候，突然来一个手肘回击啊，其实非常危险啊。刚刚这个肘击的状况啊，这个裁判要去示意提醒一下，不然其实有时候在这种混乱的状况下，你做一个违反的规定啊，其实是不好的。对。可能他选手也不一定是有意有一个很顺动作出来，但那个确实是属于危险动作，是需要去特别注意，必须要想办法去避免的。对，因为要避免造成对方的伤害。是。这个踢拳击虽然说跟拳击相比多很多腿部的动作，但不管怎么样，这种手肘的东西都是禁止的。没错。助手退。现在助手退场，第二回合比赛即将开始。看到这场梁山伯的林伟成对上永春武学道馆的黄正天的比赛。看一下这回合林伟成是不是一样强烈的猛攻？是，哇，确实还是相当的强势，不断的进逼，又是补上膝撞。刚刚那个膝撞是有效的哦，直接被抓强夺了。对，这个膝盖的攻击很猛啊。红方林伟成虽然被扣2分，但他很会抓这种击倒啊，他一定会再抓一次啊。对，现在想要尝试来乘胜追击哦。场上的指导教练梁家成啊，也是叫他继续攻击啊，是持续接近。哇，现在收到机会，又是膝盖攻击，再补上一个正拳。这是跌倒，所以不是击倒。是，所以红方感觉侵略性十足啊！对，毕竟是踢到下裆了，他踢到他的飞天小女警了。是，但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哇，这边又逼到角落了，又是膝撞，但是这次落空。哇，直接跟进，想来个正拳，再闪开。有时候哇，这个后手的攻击，当手命中啊！红方意图太明显了，要包装一下。是。还有40秒的时间啊，只要再撞一次，其实基本上就可以抓下来。只是蓝方要保护好自己啊。对，哇，这个后手的攻击再接膝撞，但就是没有命中哦。几次的手都在肚子那边，其实代表他现在很痛啊。是。不过以红方林伟成的进攻意图跟策略确实都太明显了。刚刚他教练也有喊了，我阿妈都知道你要干嘛，蛮有趣的情况。现在第二回合最后倒数哦。哇，这个膝撞又有了。哇，红方不能丧失这个机会啊。对。哇，可惜了，他休息了。刚刚感觉他有被正面踢中，是对身体有造成一些影响的。好，再来看一下第二回合两位选手精彩的表现。哇，这个膝撞是有烧效果的。对，因为他是从外侧撞进去的，所以有点角度啊，看不太清楚，所以蓝方选手就会受到这个攻击啊。哇，这个一波膝撞是绊倒。是。但确实，刚刚感觉林伟成自己的状况也有受到一些对手进攻的影响哦，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没有想办法跟上去。
没办法，林伟成也没得选啊，他被扣2分啊，只能一直猛烈攻击啊。在第3回合比赛开始，哇，蓝方感觉被影响很大、啊。对，还是相当猛烈的进攻哦。才刚开局，重心非常的不稳啊。对，只能不断的后退。这边想要袭击是挥空，哇，就会补上击中头部，就是有点直接尽全力在轰啊，是不太好啊。哇，蓝方选手的手已经只能在腰部了。对。来看红方林伟成，毕竟开赛就先被扣2分哦，现在还是要来到第3回合，还是要很积极的抢攻哦。红方林伟成应该不要退啊，一直攻击他啊。是，他完全没有退的本钱。哇，这个踢击太低，直接被 high key 啊，直接踢中头部啊。这下就要回到来强赌了。哇，每一回都抓强途，其实现在分数有点接近了啊。就看现在最后1分钟。对，确认比赛状况 OK 哦，比赛继续。但现在林伟成感觉是有想办法，这样一开始被扣得了。哇，这个转身的挥击，哇，这个后手非常好，直接打中哦。哇，下一颗，这下子就要宣判比赛结束了。哇，恭喜红角！来自梁山伯武道馆的林伟成哦，哇，这个进攻相当的猛哦。哇，虽然被扣2分，但他直接把比赛给收掉啊。对，在花花泡泡跟毛毛的加持之下哦。对我们林伟成选手来说，又是一天平安的过去了。感谢飞天小女警跟他自己的努力哦。没错，虽然被先扣2分，但漂亮在第3回合来了一个 TKO 技术击倒哦。飞天小女警还是伸张正义啊！哇，最后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哦。宣判本场比赛结果，在第3回合1分36秒 TKO 技术击倒，红方胜。对，红方来自梁山伯武道馆林伟成在第3回合最后是以 TKO 技术击倒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我们再次恭喜他哦。确实几个非常，不管是膝撞或者后续找到对手不断在防御腹部的空档的 high kick 哦，呈现的相当的漂亮哦。再次恭喜林伟成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好，那再次恭喜。那我们现在上5场，我们今天 T1 踢拳拳击积分邀请赛上5场的赛事也在这边要先告一段落。那这边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等一下不管是在我们的立技疯的 YouTube 频道，或是 HotSpots 跟动资的官方 YouTube 频道，都会持续带来下午场比赛的转播。那这边上午转播也先告一段落，在这边一样还是非常感谢文哥的讲评。不会，感谢你的招呼。好，那我是主播林之武，也代表我们全体新国转播团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继续下午场会有更精彩的踢拳拳击的积分邀请赛，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下午场比赛，再见了，拜拜。
气派，只有地我们 six 终于回来，写个 real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换气掉的不让天然不会测，橡皮的偏水，妹妹破了马克，我们从两就和王八比下到只有你个，都赚了几个million，现在还在变适合，当我拉开我的裤头。Watch me do my dance， 木头来的土狗 ，Watch me make it big。既然早就知道路途，就别摔跤的准备。今天兄弟们要进城，叫你尽力来台湾。人生一条在进程中，今晚就要进城上，向前一步进成功，让城里每块地震动，太爽了，让你点点毛，太贵了，就像打电动。我从地级一路攀升一级，玩家发现洞，训练中，兄弟壮的就像海龙挖冰，天天痛每餐就是还是要点海陆双冰，差别在装逼，喜欢的零八有陷阱下定，习惯穿成几百100人食材也买下去。Ride to my city， 引擎都发动 ，Cruising down the city， 车头伴着的霓虹，88点我夜里，购车水马龙，24/7持续就地马拉松。要玩的辣才合口味，哥们喝的有点醉。